别梦庄周，庄梦蝶。我怎么就穿越了？这原主也是个倒霉蛋。17年前蛮夷入侵，百官谏言，割地赔款，老爹主阵，被世家断粮草、断补给，与10万将士战死沙场，成为罪臣。兰陵侯府被抄家，原主被一个老头子收养，教授了一身的本事，学成下山，正好赶上女帝登基，大赦天下，便去找指腹为婚的镇远侯千金，不料却被拒之门外，处处打压，饮酒过度而亡。不能入朝为官，不能从军，老头子还要我报效大周，这就只剩下经商一条路。可是钱财全被原主给花光了，这逆天开局，跟《一品不一》里面的徐木有的一拼。苏谈，好久不见。他倒是生了一副好坯啊，只可惜游手好闲。若我朝年轻一辈都如他这般，便无药可救了。小姐，你也该放弃了吧？咱们都偷偷观察他2年了，这个良校无论做什么都失败，从商更是亏了数千两啊！那是镇远侯府在暗中打压他。就算是这样，老爷也不会让你嫁给他。再说了，这个人他只知道和镇远侯府的千金有订婚，还不知道和小姐你也有婚约呢。嘘，再看看。是。这京城才子3000，不是附庸风雅，就是烂酒鬼。哎，国家危矣啊！公子说的是啊，这过了整整7日，3光日月星还是被人能对出来，可惜呀，这也称得上是千古绝句了吧。40风雅颂，40风雅颂。喂，你简直一派胡言！风雅颂明明是3个字，哪来的40啊？灵儿，休得无礼，这才是绝妙。对，这《诗经》里的雅还分大雅和小雅，正对40。哎，阁下请留步。在下林端，阁下高才，如何称呼？市井酒足，不足挂齿。哎，阁下，是我刚才错怪你。眼下秋风萧瑟，众多才子只会在这里触景伤情，唯独阁下在这里潇洒饮酒，与众不同。自古逢秋，悲寂寥。我言秋日，胜春朝。好诗啊，好诗啊！真汉今词等绝句，太不错，可以。青衣沽酒，着世家公子，这跟传言的根本就不一样了。哎，公子，呀，兰陵侯府。哦，你就是那个不学无术、不遵礼法、不思进取、人尽皆知的良宵。不错，所以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受人之托，我其实是镇远侯府千金的朋友，托我来看看。南宫宁让你来退婚。是，你也知道，你们是指腹为婚，
大周臣民又向来重视契约，所以他们希望你能够退婚。能把本小姐三光日月星对出来，岂能是庸才？可不能让南宫宁知道。不过这梁萧这2年又试图与镇远侯府搭上关系，想让他退婚看来很难，必须得想个办法。我同意了。啊？我同意了。啊？你这么就同意退婚，不觉得屈辱吗？梁萧现在处于人生最低谷，镇远侯府无疑是他最后能抱的大腿，他竟然放弃了。难道是这2年镇远侯府一直将他拒之门外，让他死心了？替我转告南宫宁，我谢他出家之恩，从此以后两家再无瓜葛。哥哥，你回来了。哥，他们是谁啊？是客人吗？是还是不是啊？你是他妹妹？我叫江芙雪。虽然我早就知道兰陵侯府中有个少女，一直以为是梁萧的丫鬟，可这都叫哥了，还是丫鬟，姓江也不对呀。任公子还有别的事吗？没事，我就进去了。哎，等等，南宫宁可是京城1等1的才人，你当真舍得要跟他？好男儿志在四方。我还会再来拜访你的。雪儿，阿婆呢？哦，哥哥，阿婆她刚刚出门了。那今天哥做饭，哥给你做好的，庆祝圆满退婚。2年前，江福雪一家在来京的途中被仇家追杀，父母一众惨死，剩下江福雪和照顾她的阿婆被原主所救，从此以后便跟原主相依为命。雪儿，哥以后不喝酒了，哥带你赚大钱。啊！哎，完了，哥哥又要开始败家了。还好我提前让阿婆去取钱了。败吧，本小姐有的是钱，总不能把一个巴蜀都给败光了吧？小姐，这个梁萧好像对你有戒心呢。没事儿，反正他也不知道我是谁。相比于这些，今天总算有意外之喜。哦，梁萧怕是做梦都想不到，其实他和我还有婚约。镇远侯，这跟我们定国侯府比，什么都不是。小姐说的没错。小姐，咱们还是赶紧回府吧。您办了诗会，可不要让宾客久等了。好，那就让这些人看看梁萧的诗。时间差不多了，穆姑娘应该快到了。听说穆姑娘还未雪人，端木公子跟她当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！我的确对秦雪姑娘倾慕已久，但是否郎情妾意，还要看秦雪姑娘的意思。哎，端木公子谦虚了不是？你作为大周的第1才子，能与你相配的，只能是大周的第1女才子穆姑娘。哎呀，会说话，那就借2位吉言，改天请2位喝酒啊！谢了。大小姐到。诸位公子有礼了。见过穆姑娘。今日我定国侯府诗会，以三光日月星为题，不知各位公子家人可有家具对上？对了，这都7日了，
怎么还是5人？对，这7日了。这7日已过，连文坛大家都没想出来，可见秦雪姑娘此句乃是千古绝句啊。不过今日我也为秦雪姑娘带来了另外一首诗句。哦，端木公子，不如说说。自古逢秋悲寂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好，是啊，这办法好啊！绝心独裁，何等的绝妙！不愧是端木公子，竟然能做出此等绝句。小姐，这诗句……好你个端木云城，若不是本小姐知道这诗句，还真让你给骗了。秦雪姑娘，我这句诗如何呀？端木公子，这句诗你是从何学来的？啊，今日我在映月轩有感而发，在这儿又给大家复述一遍，见笑了各位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今日我正好也在映月轩，恰巧也听见了这句诗，正想寻得此人，却未寻到，没想到是端木公子有感而发呀。秦雪小姐今日也在映月轩吗？没错，这一句意犹未尽，显然并不完整。端木公子可否现场请教一下，下阙何在？诗词创作需要灵感，待我回去深思熟虑，完整全诗，也不负此行嘛。好，今日天色已晚，诗会就暂时结束，我们静等端木公子的佳作。木姑娘这是不忍心打扰端木公子，毕竟这可能是一首传世名诗即将现世，木姑娘都愿意等，我等自然也愿意。等我写出一首完整的诗，再请各位品鉴。木姑娘，在下就先告辞。木姑娘，告辞，告辞。哼，一个买名的庸才也能做得出来？小姐，你说这梁萧，他2年前爷爷从边境传信回来，指定要我嫁给他。当年就是梁家保全了我穆家，爷爷说了，只要他跟南宫宁退婚，我就嫁给他。可是若是老爷不同意，这该怎么办啊？爹娘那边他们不同意，等我爷爷回来了，他们就蔫了。今日你也看到了，那诗分明就是他做出来的，而且他连我的3光日月星都对出来了。是啊，小姐，那若这梁公子他真是个惊世之才，那老娘……小姐，您这是想把梁公子拉回来增压这相公啊？你不要乱说，现在人家可是京城第一乖乖女，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根本就……小姐，那若是梁公子他宁死不从呢？我爷爷定的亲事，轮得到他反对？是。小姐，那咱们何时以这真身和梁公子见面啊？不急，让我再观察观察。若他真的有才，我会将他推荐给陛下。陛下正是用人之际，哪怕他是罪臣之后，相信陛下也不会深究。难道是有人惦记我？莫非是林端？这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不能从军，不能入朝为官，老头子还让我报效大周。老头子的任务不好完成，要不换个地方？不行！你忘了，上次你想跑就被老头子的人给揪回来。可是现在的大周比宋朝还难保。
外有蛮族虎视眈眈，楚国强盛也是蠢蠢欲动；内有藩国拥兵自重，世家大族把持朝政。但好消息是，大周的军权一直被女帝牢牢地握在手里。想救这样的大周，唯有职业救国。可是我要怎么样才能入得了女帝的眼呢？经商，想办法做大做强，然后引起女帝的注意，使我大周逐渐的富强。随后打压士族对大周的影响。可是钱呢？我没钱呀，钱全被你给败光了。找人合作了，那林端一看就是大富大贵之人，况且通情达理，想个办法把他给骗进来。你哥哥在家吧？啊，我哥哥他应该在草房睡觉呢。草房？你们这已经穷困潦倒到如此地步了吗？哎，不对，这都已经日上三竿了，他怎么还在睡觉？啊，哥哥他昨晚小酌了几杯，要不我去找他？这酒量，以后还不得被我拿捏死死的？哎，无妨，不用打扰他，我可以等他醒来。我听说这兰陵侯府没有姓姜的夫人吧？你也不是你哥哥的表妹吧？此人一看身世就不凡，或许能帮助哥哥。当年我和父母在来京的路上遇上了强盗，我父母双亡，是哥哥他挺身而出救下了雪儿，还收留了无家可归的雪儿。道歉，提起你的伤心事了，没想到你哥哥他还是个英雄豪杰。我哥哥他是个当将军的好苗子啊，他不是饱读诗书吗？比起饱读诗书，我哥哥他更喜欢武艺，还有兵法。他居然真的会武功！对呀，深藏不露，还文武双全，捡到宝了。不过论武，他能比得过我，到时候让他反抗几下，也能添几分情趣。大梦谁先觉？平生我自知。草堂春睡足，窗外日迟迟。他不是在草屋吗？哥哥，你们先聊，我就先下去了啊。林公子几时来的？我2个时辰前就来了。坐。梁公子，我此次来不是为了南宫明。哦，林公子此次前来所为何事？三光日月星是定国侯府千金，京城第一才女。谁？你积雪出的呀。我把你的诗句告诉了他，他对你的才华很是欣赏。定国侯府可比镇远侯府显赫多了，最近还在招上门女婿，你有没有想法？
你有没有想法？没有。为何？我师傅收养了我10几年，教授了我一身的本事，还给了我几千两银子，为的就是报效国家，光耀梁家。我把银子赔光了不说，要是再去上门入赘，我师傅会把我吊起来打。不入赘，看来绑他的办法行不通了。大不了我下嫁。你师尊可有名号？师尊自比闲云野鹤，不许我向外人提及他的名号。那你以后打算如何发展？经商。经商？你可知一旦经了商，就再无可能踏入官场了，如何光宗耀祖啊？我一介罪臣之后，不能入朝，不能从军，谈何踏入官场？再说了，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若我有心报国，经商依旧能够报国。原来如此。可当今陛下虽是女儿身，也从谏如流，是个明君啊。哎，这不重要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赚钱。怎么就不重要了？我问你啊，如今京城大批的流民，你说陛下圣明，那他为何不能安定流民，只能每日10粥？还不是因为国库没钱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梁公子是希望通过经商致富，将来如果有必要的话，再反哺国家。陛下身为一介女人，却担负着大周的万民，你我这样的大丈夫，又岂能蝇营狗苟？必须把陛下的话放在心里，为陛下排忧解难，把大周百姓的幸福作为我们奋斗的目标，得先立足爱国的人设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你有如此抱负，外人却总是那样诋毁你。世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世人看不穿。说得好！哎，对了，昨日那诗句“标新立异，深得我心”，这显然是首整诗，你能否把它补全？哎，只要你能补全，我愿意出钱买下它。梁公子也不希望因为无钱寸步难行吧？我的诗岂是臭钱能够收买1000两，一言为定。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报碧霄。好诗，好字啊！这一首字不说断绝当世，也是第1等的水平了。只要银票到位，我就能超常发挥。不过这字体我倒不曾见过。瘦金体。瘦金。梁公子，日后我有时间还会再来拜访。林公子是哪户人家的呀？我怎么没听说这京城有姓林的世家？江南人士，只不过做了定国侯府的上宾。哦，怪不得生了细皮嫩肉。不愧是要成为我男人的人，就是厉害。既然你想经商，那我便以合作的名义助你一臂之力。就算你把所有钱都赔光了，小女子也能养你一辈子。小姐，小姐，南宫小姐来访，请她进来。是。谢谢。宁宁，快坐。谢谢。梁香那边可有回复呀？她已经大大方方的答应退婚了。真的啊？那他可有退回婚书？他有婚书？他有婚书呀。那他若没有退回婚书，那就不是真金实银想要退婚。婚书这种东西，应当是由你或者你爹去取，他总不能见谁给谁吧？而且他已经答应退婚，想必不会是。希望吧。若他真的有才呢？你还会退婚吗？有才？他就是一个废物，怎么可能有才啊？就算有才，
他能比得过端木家的2位双龙吗？其实啊，我们俩可是最好的姐妹，你也知道的，凌晨大哥很喜欢你的，要不然我们2个姐妹一起嫁过去，怎么样？我只听我爷爷的安排。早晚有一天你会知道，我是在为你好。去告诉那个梁潇，我跟他永远没有可能。谁要嫁给他，谁要去嫁。你若喜欢，你下嫁。喂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我说的。这是什么工具？老夫不曾见过。你要用来干什么？做生意。你是梁公子吧？正是。那你应该也知道，现在镇远侯府暗中放出消息，让我们所有人都不准与你做生意。我定国侯府虽说不在乎，但是也没必要与镇远侯府结仇。所以，梁公子，你懂了吧？懂了，告辞。梁公子，梁公子，请留步。这生意我们做了。为什么要做了呀？我们定国侯一向敬重兰陵侯大义殉国，行这点方便还是没有问题的。哎，要10套，需要多长时间？快则7日，慢的话10天吧。好，不擦呗，下吧。以后他的订单不可以拒绝。小的明白了，此子在城中可是出了名的商业鬼才，短短2年的时间便赔了几千两。此次主动与我定国侯府做生意，岂不是白白给我们送钱？他用这种工具做什么？小的也看不明白。灵儿也看不明白。随他去吧，反正老娘有了事情。走，灵儿。阿婆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少爷。哥哥，回来了。哥哥，你之后有什么打算呀？继续做生意。我刚才呀，收购了10套制糖的器具，趁着秋收，再大肆收一批甘蔗，剩下的钱再雇佣一些工人。这次保证赚他个盆满钵满。您还要继续做生意吗？哦，放心，这次肯定不亏，肯定会赚的。雪儿，相信哥哥。梁萧侯在，镇远侯来了，还不速快迎接！梁萧侯在。我就是。哎呀，好一个良家男儿啊！过奖了，镇远侯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要不进府一叙？放肆！俺家大人何等温柔，怎么能肉你这狗啊？怎么，镇远侯府委托的人没有回复你们？回信儿了。当年呢，我与令尊给你和小女定了娃娃亲，可现如今呢，世态炎凉啊，变化太快，你自己也清楚。小女自以为配不上你，生怕耽误了你的前程，所以呢，你这个老邓！哎，镇远侯说的对，令爱的确配不上我，耽误了我的前程。那既然如此，你心知肚明，那又何必一趟一趟去骚扰小女呢？骚扰？大哥啊，我那是去退婚的，是你们镇远侯府一再避而不见，闭门谢客，
我连个把话说清楚的机会都没有。再说，你堂堂镇远侯，连最基本的礼数都不懂，更何况，当年我梁家兴盛，可是你镇远侯亲自指定了这指腹为婚的娃娃亲。这婚书里面写的清清楚楚，你忘了？哦，也对，你或许是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。要不我当着大家伙的面念念，帮你回忆回忆。这若是让他将婚书上的内容公布了，我镇远侯府的名声不就毁了吗？读一读，哎，读说，哎，贤侄，你也知道啊，这个伯父呢身体不太好，前段时间呢身体抱恙啊。你这一抱恙就抱恙了2年，你还真是年纪大了，连个跟我见面的时间都没有。还有，我梁萧这2年怎么了？我这2年不就是背了点，惨了点，做生意赔了点，我做什么出格的事儿了吗？现在外面流言漫天，说我是什么商业鬼才、色州恶魔、废物点心，这些流言蜚语都是从你镇远侯府里传出来的吧？原来梁萧早就想退婚了，还以为他是被退婚呢。是你什么你？大周最重礼法，我梁家家道中落尚且铭记于心。怎么，你当年亲自求了这娃娃亲，如今却如此待我？要是此事传开，被世人知道，该怎么说呢？是趋炎附势，还是见利忘义啊？说得好啊！哎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，哎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！闭嘴，都给我闭嘴！贤侄啊，我觉着吧，咱们2家应该是有什么误会，要不然咱们进去聊。不必了，今天这婚你退也得退，不退也得退。不对呀，不应该是我来退婚吗？怎么就变成他退婚了？那既然如此的话，那贤侄就把这婚约还给本侯吧。原来如此，也这么一出，就是为了让我骑虎难下，以婚书为要挟，提高筹码，讹钱呢。哎呀，我们2家呢乃是世交啊。本侯听说贤侄喜欢做生意，这样，伯父给你一些钱粮，就当是赞助了，如何？1000两白银。多少？1000两。不愧是镇远侯府啊，大气，真阔绰。镇远侯觉得令爱就值1000两白银。难不成你要1万两？不，在我眼里，令爱一文不值。完了！从今往后，你我2家再无瓜葛，我谢恨南宫宁不嫁之恩。敢当众撕毁婚书，这是在羞辱我镇远侯府。回去吧，堂堂的镇远侯府，格局竟然不如一少年。是啊，就是，再回去吧。总算完成小妹的任务了。不对呀，我还没发力呢，这婚事就黄了。就当我发力了吧。小妹的眼光不错，我这未来的妹夫的确是可造之材。哥哥，刚刚让你受委屈了。我呀，本来想跟镇远侯府好聚好散，他们污蔑我也就算了，没想到还想跑来祖宅，当众羞辱我，隐忍也有3分火气。不过这件事过去了，
从今往后可要好好治堂，赚钱。啊，哥哥，你还真要做生意啊？啊，你放心，这次哥有十足的把握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雪儿支持哥哥1000两，哥哥尽管放心花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？阿婆，小姐，阿婆，你坐。哦，阿婆，你说我刚刚的表现像不像天下第一乖乖女？小姐，少爷很感动啊。哎呀，阿婆，你坐嘛，哥哥感动就好。不过这1000两很多吗？这哥哥他那么惊讶，还好不是1万两。小姐，你若真给了他1万两，那老太爷还不让大公子杀到京都来啊？这老太爷也不是心疼钱，主要是怕他得罪了郑远侯啊。得罪他又怎么啦？一个小小的镇远侯，不行的话就让我大哥推平整个京都。哎呀，阿婆，没事吧？小姐，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。我哪有？哎，梁萧救了小姐是大恩，但一下就要赔1000两，这也太败家了。不行，必须告诉老太爷。事儿能成，好啊。端木大公子，先前的那首诗构思的如何了？秦雪公实在惭愧，经过我这些天的深思熟虑，确实做了几篇下去，但都不甚满意。你也知道，这作诗嘛，灵感它不是，家兄其实是希望此等传世名句能有完美下去，故而不可草率。秦学，嫂，你可有想好的下阙啊？不妨一试，说不定你们2人共作一首，能传一时美谈。还得是端木家2公子聪慧过人呐！是啊，承让，承让。哎，我也正有此意嘛。我来做上阙，秦雪你来做下阙，这怎么能不算一段佳话呢？哎，是。端木云清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可能做你嫂嫂。至于下阙，我的确做了一首，不仅下阙，整首诗的真迹都在我这里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香。好诗啊！想不到秦雪你这么喜欢我的诗，偷偷跟下阙不起。家兄与秦雪嫂姑娘合作此诗，定能流芳百世。由此可见，这2人才是天造地设之一对呀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们可知这首诗的上句与下句为何是绝配？穆姑娘此言何意？因为这首诗的上下句本就出自同一脉，这上阙根本就不是你端木云城做出来的。秦雪，哎，秦雪，你不要乱说话。当日我就在映月轩，偶遇正主吟诗上阙，便去找他补齐下阙。而你端木大公子，当时应该也在映月轩，把这首诗偷听去了吧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当日的确听到这上阙，还赢得一片喝彩。端木大公子，是谁给你的自信，将这首诗据为己有？好歹也先找找正主吧。秦雪，这正主就是端木大哥啊。正主，
正主就是你的前未婚夫梁萧。梁萧，我刚刚收到消息，他已经去找你爹退婚。真的？不对，梁萧就是个废物，怎么可能是他？不可能！绝对不可能，是那个不学无术的恶霸梁萧，这不太可能吧？居然还写了一手好字。不光如此，他还对出了我三光日月星的下联：四诗风雅颂。妙啊！这雅分大雅和小雅，的确是绝对。这梁萧真是个不学无术的恶少？不可能，梁萧怎么可能对出下联？信不信由你。端木公子，我这场诗会的规矩，想必早就告诉诸位了吧？规矩弄虚作假，直接踢出诗会。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竟然拿别人的诗当自己的，快简直给文人丢脸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哎，大哥！耽误诸位的雅兴了，还请大家继续吟诗作对，欣赏诗词。该死！竟然是梁萧那个混蛋！定是那个梁萧觉得得不到我，又知道了我跟你的婚约，也知道了我大哥钟情于秦雪，才做出这么恶心我们两家的事情，简直是坏透了。此话何意啊？梁萧这2人一直有意接近我们镇远侯府，定是觉得我可爱迷人、漂亮大方，想让我爹履行我跟他的婚约，但是我都拒之于千里之外了，所以他一恨做出这样的事情，否则他这个时候为什么会接近穆秦雪？原来如此，此人心思当真歹毒啊！哥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。没错，若不是看我爹当年跟南陵侯的旧情，我可不是简单打压他那么简单，我还怪好了呢。他居然不懂得知恩图报。让我直接跑了。什么？这兰陵侯刚被平反2年，很多人都盯着你，现在动了，肯定会引起陛下注意啊！你个傻子！那我也不能就这么看着他恶心我们两家呀。当然不能，继续打压他，最好让他连兰陵侯府一起变卖，让全天下的人都看他笑话。确实是个好办法呀，大哥。高，来日高，我本身就比你高啊！那到时候我就把这个消息散播出去，让他身败名裂。你现在就派人去打听打听他接下来要做什么，咱们得提前布局，最好让他亏得连内裤都不剩。大少爷，大少爷，二少爷，大少爷，二少爷，那个商业鬼才梁萧来到了我们商铺，说是要谈一桩大买卖。梁萧，自己送上门来，走。哈哈哈！没想到兰陵侯之子会来我端木商行来谈生意。端木云城，端木世家年轻一辈中的第一人，端木世家也是大周的毒瘤之一，把持着朝廷1/3的官员，也是老爹当年被定为罪臣的推手之一。没想到这商会竟然是端木家的。有失远迎。见过端木公子。不必多礼，坐吧。听闻梁公子想用100两银子盘下街口的小工坊，还有大量收购我端木家的甘蔗。正是。小工坊卖你甘蔗，只要你出得起价格，也卖给你。端木公子如此爽快，这京城之内，谁不知道你是个商业鬼才啊？田地、米粮、饭店，但凡你看上的生意，每一个不是一地鸡毛。那些跟你合作的商人都赚得盆满钵满，我还要感谢替我端木家地呢。工坊卖给你，甘蔗嘛不够啊。那我就先要几个工坊。且慢，几百两的生意，我端木商行不屑去做。
要不然咱们谈一点大的。愿闻其详。1万。汤木公子是在说笑吧？这1万两卖了我也不值1万两。卖你当然不够1万两了，但卖你兰陵侯府的宅子够。我端木家正好缺一处猪圈去养牲口。哎，我觉得你兰陵侯府的宅子很合适啊。这家伙在针对我，为什么？是我老爹平冤，还是其他的原因？难道是我今日当众侮辱南宫雷，南宫宁又要嫁入端木家？这家伙是来寻仇的？没兴趣。不妨听我说完。我觉得你会感兴趣。那我就听听端木公子的高见。市面上甘蔗的质量，以我端木商行为最佳，价格也最高。定国侯府那边虽然也产甘蔗，但它产量不如我们，质量不如我们。你要想买我的甘蔗，我们就必须签一份契约，你要在我这儿买1万两的甘蔗，并且要高于定国侯府甘蔗价格的20%，每个月至少消费200两。高于定国侯府2成，比市场价3成还低1成。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那要是我完不成，那就是你违约呀！你要赔给我1万两银子。当然，如果到时候你手头的银子不够，你也可以抵押你的侯府嘛。所以他的目标是兰陵侯府，都不做掩饰的，是个正常人都不会签。可惜呀，我会制糖啊，以高出10倍的价格卖出去，我都不知道怎么亏。成交，爽快。告辞。慢走，不送。大哥，只高于定国侯府2成，是不是太便宜他了？是手给3成。你懂什么？我让他先尝点甜头，怎么会签呢？到时候让定国侯府把甘蔗的价格提起来，提到他无法接受的价位，那他的兰陵侯府可就是我的囊中之物。高啊，大哥，还是你高。不出2个月，我一定让他滚出京都。梁公子，哎，想要找到你可真不容易啊。林公子怎么来了？我听雪儿说你盘下了一间旧工坊，你可知在这京城，你能想到之前的产业早就被别人垄断了，你还能干什么？我要卖糖。卖糖？梁公子，这京城最近糖业不振，这卖糖纯属就是亏本买卖。这京城的糖业啊，无非是石蜜和饴糖，这蜂蜜更是稀有。而我要制取一种比石蜜和饴糖口感更好、成色更好的糖，叫做白糖和糖霜，还愁没有市场？哪有这种糖啊？还即便真有，富人们最开始为了尝鲜，一定会争先购买，不惜哄抬物价，平民百姓根本买不起啊！要赚就赚富人的钱，等国泰民安了，白糖的产量上来了，再大幅降价卖给平民。你这么说倒是有点意思，连我都有点期待了。哦，林公子有兴趣加入？你是想让我加入你，帮你扩大白糖产业？哎，林公子是我在京城第一个朋友，有好事我肯定想着你。你希望我怎么投入？1000两，够不够？够了。你若加入，我就大肆的收购甘蔗，再请一些护卫，再从流民之中招募一些工人，直接扩产。我看你也不像是贪财之人，为何这么着急赚钱？
哎，家师让我报效国家，匡扶大周，拥护大周皇室，为家负政。这陛下虽是女帝，但也的确是圣德之君，值得拥护。不过眼下的大周啊，看似太平，实则已在崩溃的边缘。你说什么？如今的大周啊，国内世家林立，朝中官职更是被他们垄断。如今的京城看似太平，实则暗流涌动，风雨飘摇。我乃罪臣之后，人微言轻，唯一能做的便是多多的挣钱。万一等将来国库空虚，我能捐的钱很可能就是国家的救命钱。当今陛下以圣德治国，大周怎么可能崩溃？梁公子，还请注意你的言辞。正是因为忠于陛下，才更应该发现潜在的危机，防患于未然。那梁公子打算怎么办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瞒你，其实我就是陛下钦点的司礼监秉笔林端，专门为陛下寻访民间人才。原来是林公公。你不知道，这几日啊，可是把我憋坏了。原来梁公子早就知道了。陛下，我的女人姐姐，我可就是为了你，为了大周，在我未婚夫面前都准备出代价了。啊，我看你生的貌美，也没长喉结，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女扮男装呢。还好我及时找了个身份。那这么说来，是陛下授意你来支持我的？不错，咱知道，哎，你是真的有才，又报效国家，相信陛下呀，肯定愿意给你这个机会的。哎，就比如你刚才说的，防患于未然，该怎么做呀？给我3天时间，3天之后，我一定给陛下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好，好，3天之后，我再来找你，啊。哎，公子，公子，刚才端木家的人来过，他们来干什么？他们说想让定国侯府的甘蔗涨价，多出的价格由他们端木家补账。端木家还是这么小心啊，想坑我的呢。告诉端木家，定国侯府价格不变。是。哎，等等，1个时辰之后，你把梁萧给我请到府上。我也不能一直用林端的身份跟他相见，还挺期待他见到未婚妻时的表情。走，回家。小姐，哎，小姐，怎么样了？来了！本来梁公子不愿意来的，但是我将端木家提价的事情告诉他之后，他就答应过来了。他现在就在门外呢，你快去请他进来。哎，小姐，你一定得端庄稳重、大家闺秀一点儿，第一印象很重要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快去。好一个精彩绝艳的女子，端庄恬静，宛如离仙，这谁看谁都迷惑。听闻此女和女帝从小就是一同长大，关系莫逆，在女帝面前有极大的话语权。不过这穆小姐怎么长得这么像啊？可问是梁公子？啊，正是。不知穆小姐找在下所为何事？自然是为了诗词、对联与生意。梁公子请坐。林公公是家兄的好友，
已经将梁公子的事告诉家兄与小女子了。梁公子果然深藏不露，三光日月星，四诗风雅颂，或许也是仅有的绝对了。哎，谈不上什么绝对。是小女子出的题不好吗？啊不，这题目出的极好，只不过呀，这答案还有其他的，比如一阵风雷雨，也能对得上。梁公子果然深藏不露，腹有诗书。林公公找你，想必原因也告诉你了。林公公想要把你推荐给陛下，不知梁公子意下如何？爹娘并不同意这门婚事，若是梁萧入朝为官，加上他的才华，定会让爹娘另眼相看。到时候我就直接公布身份。在下只想做生意，争取成为皇上。你不是已经向林公公透露你想要入朝为官吗？嗨，我那是安慰他的。在下现在只想晋升。你敢骗我？骗你，何出此言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，竟然敢欺骗朝廷宦官。本小姐为了你不惜假扮太监，你竟然骗我！你今天不给我说出个所以然，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！梁公子，以你的才情，就算不能治国安邦，以诗文流芳百世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为何一定要做商人呢？只有经商才能赚钱，你说的那些都是虚的。虚的？不错。2年前我来到京都，见到了这世界上太多的颠沛流离。若京城周边都是如此，那京城之外的地方，若是有人造反呢？朝廷今日平定这里，明日还有那里，这始终不是长久之计。只有钱，才能够改善民生。所以朝廷最需要的是钱？不是朝廷，而是陛下最需要的是钱。原来梁公子经商是为了帮助陛下。陛下只要有了钱，就能够改善民生，就能够不用再去看那些世家大族的脸色，甚至被架空皇权取而代之。这小女子小觑梁公子的格局了。林公公果然慧眼识珠，梁公子满腹经纶，将来或许能够成为大周第一诗仙。却要干经商这种事情，实在是可惜了。你说的什么诗仙呀、名号啊，那些也是虚的。诗经救不了大周，但钱可以。是个会过日子的男人，今天就先滚滚。莫小姐，莫小姐，你怎么了？莫小姐，这算是……有人呢！来人！我操，这可跟我没关系啊！哎，丫鬟呢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红颜薄命？这年纪轻轻的人，莫小姐，刚刚你心急复发，晕倒了。我不是故意要占你便宜。小女子给梁公子造成麻烦了。小女子自幼体弱多病，刚才若不是梁公子在场，只怕小女子就命之恩无以为报。要不然，
小女子以身。穆小姐严重了。这林嬷嬷说定国侯府在招上门女婿，不能是打我的主意吧？要不然，我们还是谈回梁公子甘蔗生意的事情吧。好，就凭刚才的救命之恩，小女子愿意出一臂之力，帮梁公子反将端木家义军，大幅降价甘蔗，把全部的甘蔗都卖给梁公子。以后甘蔗的价格就由梁公子来定。穆小姐若有此心，能否先别降价，然后再帮我收购一些甘蔗，再去告诉端木云城，说你们定国侯府要涨价1成。这不是坑害了梁公子吗？哎，放长线才能钓大鱼。我知道了，以后甘蔗想涨价的时候，梁公子可以随时来定国侯府通知小女子。这枚令牌你收好，以后凭借这枚令牌，你可以随时来找我。多谢，那告辞了。陛下，这糖丸太甜了。这瓶子呀，你可要留好了，以后拿来蒙他。这招管用吧？刚才我晕倒的时候，他都没有对我毛手毛脚，可见他是个正人君子。这样的话，我就更不能放过他了。何止正人君子啊！他刚刚自言自语的话，我也听到了，居然还同情我。不过他也太过分了，居然敢欺骗陛下，想要入朝为官。等我把他骗到手了，一定好好替你报仇。好，那朕就等着你大婚那天。哎，不过陛下姐姐也已经年近20了，没有考虑一下自己的婚约啊。先皇已为朕定下了婚约。梁萧这小子竟然和端木家商行签订如此的契约，兰陵侯啊，兰陵侯，有如此的后人，算你倒了8辈的血霉呀！看来啊，这兰陵侯府也快保不住了。端木大哥就是厉害，实力是一点点的小计就可以让他上钩，而且啊，定国侯府也同意提价了。我看这个梁萧这下是彻底完了。这天底下都是无奸不商，我就不信这定国侯府眼睁睁看着这么大好的赚钱机会他不要。但是这个穆寻雪这丫头看来挺赏识这小子，不太好办的。爹爹不必担心，秦雪我最了解了，他呢，无非是心烦端木家对他的纠缠，所以把那个梁萧当做了挡箭牌，从这支定价就能看出来。只要这小子出了京城，那爹爹不会是要杀了他吧？你们这些孩子做事总是畏首畏尾，在京城咱不敢动他，但他只要一出了京城的范围，那放心吧，爹已经派人去办这事儿，只要他敢出京城，必死。竟敢当众驳了我的面子，爹能饶了他？梁公子，你听说了吧？这甘蔗涨价了呀！定国侯府那边现在每1000斤是11两，那我们这儿每1000斤就是13两2钱。他们提了1成价，
可不能怪我啊。听说了，听说是你让定国侯府提的罪。消息真灵通，是我又如何？当时我们签契约的时候，也没写不让我去找定国侯府提价呀，这不是你自己活该。你知道什么样的钱最好赚吗？就是你这样商业鬼才的钱最好赚。为什么要针对我？大象踩死一只蚂蚁需要2吗？就跟你爹一样啊。我们是来谈生意的，别牵扯我爹。生气了？一个死了的人说2句又怎么了？别说死人了，你现在连死人给你留下的侯府都要变成我端木家的猪圈了。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个选择，让你现在把侯府交出来，我还可以让你保留你手上那些微不足道的积蓄，即便你滚出京城也饿不死。你好像有点太自信了。我说了，我们是来谈生意的，继续聊甘蔗，不就是涨价1成吗？先给我来5万斤，这是赢了。不到黄河不死心啊！本想给你留条，你自己要，那我便成全你。放了，记得把甘蔗送来宫。那梁萧确实招募了很多流民，还给了他们钱。可笑至极的是，他还要许诺给那些贱民、那些流民安家落户。那些贱民不是给点馊食就能驱使吗？还要给工钱。果然啊，他是商业鬼才啊。去，把这个消息放出去。又我去啊？你去，是你去。连灶放下，抠手。听说了吗？这些甘蔗都是商业鬼才梁萧买的。他这几年都赔了几万两了吧？兰陵王府的积蓄都被他败光了，怎么又做起甘蔗生意了？鬼知道他怎么想的，做生意2年，居然没有赚过1分钱。还愣着干嘛？赶快把地里的甘蔗都挖出来呀！梁萧做生意肯定赔死了。对，快走！我家里还有1亩甘蔗呢。对，走。流程就是我刚刚讲的流程，先把甘蔗榨汁，然后再统一熬煮。都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老板，你要东西都准备好了，都送来了。时间刚刚好，搬工具，开工！什么？梁萧他真的买了5万斤甘蔗？是啊，小姐，这还是端木商行故意将消息放出来的。这个时候，恐怕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了。今年甘蔗的口感不好，按理来说是应该降价的。这端木商行摆明了就是在整梁公子啊！没事，没事，不就是5万斤甘蔗吗？老娘有的是钱，大不了我替他赔了。不生气，不生气，这是自己看上的男人。可是小姐，这梁公子他不是说过想要当皇商吗？端木家将事情闹得这么大，陛下肯定已经关注到此事了。要是梁公子当不成皇商，那你们应该不会吧？不会吗？你不懂，梁萧2年前来到大周的时候，女帝姐姐就一直派人关注他。这都2年过去了，他赔了那么多钱，女帝姐姐肯定早就知道了。什么？陛下一直在关注梁公子？为什么呀？
这我就不清楚了。或许是当年兰陵侯蒙冤，皇室羞愧吧。爷爷曾经说过，兰陵侯是大周的脊梁，若没有当年兰陵侯那一死战，大周恐怕早就名存实亡了。不行，我要找个机会去看看他，毕竟他说要拉着我一起发财的。是，小姐，你肯定不是关心两公子。梁公子，我听说你买了几万斤柴火，几万斤甘蔗，还雇佣了这几十名工人，制糖的进展如何了？林公公，你来的正好，快跟着我来。坐。这家伙胆子这么大了吗？当。哎，这粉末状的叫做糖霜，这颗粒状叫做白糖。尝尝，哎，别尝太多，唬人。这个不仅好吃，还做得好看。虽然比蜂蜜差了点儿，但是比石蜜和饴糖可好吃太多了。那是，我这白糖和糖霜岂是石蜜能比？那这些都是你用甘蔗做出来的，怎么做的？啊，现在太热了，等天气凉快点，我带你进去看看。你怕我泄密？当然不是，你真的不方便。肯定不是这个原因，休想瞒我！哎，我要去。林公公啊，你这样真好。这里面太热了，这净完身之后容易失禁，我怕万一林公公要是失禁了，对公公对公法都不好。我娘扮成太监，还不是为了当初接济你有个身份？哎，气死我了！林儿，我刀他！哎，刀他！哎，小公公，刀来了！哎，林公公息怒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您和陛下呀。为我能理解，那陛下又是怎么个意思啊？是陛下授意你来支持我的。要是林公公真的一不小心在里面失禁了，那影响了工坊的产量，我将来是要拿收入的钱去回报陛下的。不许再给我提失禁！不提了，不提了。说说吧，你这糖要怎么卖？这白糖首度问世，肯定是先把价格炒高。秘方交给林公公，但林公公懂的。算你识相，知道闷声发大财，再反哺陛下了。这白糖必定会在一段时间内卖出暴利，到时候肯定会成为一块肥肉。想要保住，只能寻找靠山。反正都是让利，这天底下还有比女帝更大的靠山吗？哎呦喂，林公公，您这是干什么？这个？哎呀，这些啊是为了替你保守命的，陛下不需要这个配方。我已经将你的事情啊告知陛下了，陛下相信你的为人。我要的是相信吗？我要的是靠山。哎呀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我告诉你个妙宗，你去把这个秘方告诉穆晴雪，定国公府会成为你的最大靠山。他，你，我，这穆晴雪她不是真看上我了，非要让我入赘。她跟陛下的关系又极好，
这可怎么办呀？这个。哎，路过，不要错过啊！卖糖啊！这是卖什么的？白糖吗？不错，比饴糖和石蜜更甜的糖。混鬼啊！这颜色跟饴糖、石蜜完全不一样，这不可能是糖啊！就是。不信？哎，尝尝。尝尝。尝就尝。怎么样？确实是糖，而且很甜啊！梁少，这些糖该不会是你用了几万斤甘蔗做出来的？正是。这几万斤甘蔗才出了这么点，这怕不是只有几百斤吧？这白糖珍贵，更是首度现世，当然是物以稀为贵了。怎么卖啊？首次出售，价格优惠，1两20文。啊！那么多甘蔗，就让他梁萧捣鼓出这点白糖来。哼，我看这些白糖就是些样子货，我感觉跟饴糖差不多嘛，价格却是饴糖的10倍，谁买谁傻子。梁萧莫不是以为天下人都是傻子，就他一个人聪明？那白糖变个样，就显得高大上了。还以为他能和我过2招，看来是我高估他。白糖卖不出去，我就等着收他的兰陵侯府。大哥，用糖真甜，好吃吗？还贵。张嘴，来，我老追啊！我这东西能吃？爹娘，你们尝尝，的确很甜，口感也远胜石蜜，也没有饴糖那么黏。姐，他买那么多甘蔗，就是为了搞出这种只能小尝一口的玩意儿。不是的，老爷，梁公子说了，这些白糖和糖霜可以制作糕点，这盒子里就是装着用梁公子的白糖做的糕点。爹娘，你们快尝尝，真的很好吃呢。尝尝。这个确实比平常的糕点口感更好，而且没有杂质。即便如此，还没有资格娶我女儿。那你去跟爷爷说去。废！我要是敢去，你这婚我早就退。哼！娘啊，你看你呀！哎，大哥，看看我们这糖特别好，真的。看，这都大半天了，白糖只卖了20斤。哥哥他依旧一脸从容，是不希望我担心吗？或许他心里已经急死了。看来哥哥还是不适合做生意。教父把哥哥给抓回巴蜀，等我大哥起事以后一统巴蜀，到时候封哥哥个王爷当当，倒也不错。梁公子，梁公子，啊，公子，我们出1斤200文，现场这些白糖和糖霜有多少算多少，定国侯府全要了。啥？200文全都要？不错，全都要了。公子您放心，钱我带来了，这人我也带来了。我这可有500斤呢。不错，全要了。
来人，装车！这次哥哥真的要赚钱了，500斤糖只消耗了2500斤甘蔗而已。哥哥这次一共买了5万斤甘蔗，能制作1万斤糖，能卖2000两。看来暂时不用抓哥哥回巴蜀了。什么？500斤白糖卖出了100两银子？哦，定国侯府买的。这定国侯府在想什么呀？前2天答应好了要跟我一块提价，现在要高价买糖，这钱多的烧得慌啊！大哥，我要不让掌柜去定国侯府问问？他赚了100两而已，杯水车薪，算他的工钱、器具，成本也低不到哪儿去。等他拿不出买剩下甘蔗的钱，一样要抵押他的兰陵侯府。吃下几百斤白糖的人毕竟是少数，毕竟没有几个定国侯府这样的。那我回去了。小姐，今年的糕点已经全部制作好了，我都尝过了。这糕点的口感简直比我们往年卖的糕点好太多了。5斤甘蔗能出1斤白糖，靠他现在手上的5万斤甘蔗，完全能够实现盈利。5万斤白糖放在人口100万的京城里，你沧海一粟无益。不愧是老娘看上的男人，就是厉害。看来我得早点把他骗到手。这林公公的身份也必须早点揭开。多谢定国侯府照顾在下的生意。梁公子言重了。我家小姐想用白糖制作糕点，所以今日派灵儿前来，想问问梁公子，不知这白糖，公子还有多少？我知道定国侯府在做糕点的生意，不知道你们想要多少？那自然是多多益善了。不过实不相瞒，我家小姐也偷偷估算过，梁公子的白糖也有1万斤了吧？你家小姐不错，不过这价格嘛，这200文只是我第一次售卖的优惠价，我准备把价格升高到400文。不过你们定国侯府300文即可。300文，这还是有点贵吧？这么说吧，如今放眼整个天下，能够做出白糖的，绝没有第2家。若是你定国侯府用了我的白糖，制作出了一骑绝尘的糕点，虽然不能像我的白糖一样独一无二，但是绝对能够抢占大半的市场份额。是，可这1斤贵了100文。梁公子，我得回去请示一下我家小姐。告辞。哥哥，这200文已经可以盈利好几倍了，这要是400文的话，会不会吓跑商家？雪儿不必担心，现在呢就是把价格抬高，赚那些世家的钱。等赚到手之后，哥会把价格再降下，让那些平民百姓也能吃得起。哥哥，你之前去过巴蜀吗？有所不知吧，哥以前就是在巴蜀长大的，只不过老头子非要我完成任务之后才能回去见。太好了，那到时候我就可以把哥哥给……呸！我跟哥哥一起回巴蜀。行啊，这长途跋涉的，等你长大点再说。我已经很大了，等哥哥回巴蜀，一定会大吃一惊。唉，就是哥哥太油盐不进了，还是直接抓回去比较合适。我也要。
啊，这家最好吃了，不错。给我！定国侯府的糕点太好吃了。哎，别挤我啊，挤什么挤啊？到我了，给我来，我要这个，谢谢啊。少爷，我们上铺的糕点铺子基本上没人，不只是我们，其他商铺也一样。我让属下的人去打听了一下，都跑去定国侯府所开的铺子了，人满为患啊！现在，端木家商行的糕点铺占据了京城1半的份额，这还是头一次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们的糕点降价了？不仅没降价，反而小幅度的涨了一些，比原来的味道更好吃了。是啊。他们糕点质量有所提升，是不是跟白糖有关？定是跟梁萧卖的白糖有关。我粗略的估算了一下，就定国侯府今日的营业额，已经超过以前他们7天的量了。若是继续放任下去，我们商会糕点这一块必会受到重创。最主要是我们的计划还失败了。那梁萧卖了白糖就能盈利，就能源源不断的进我们干城，有去处在，还不能不卖。是啊，这样他就能有源源不断的干着。虽然我们也赚钱，但看着他梁萧赚钱，比自己亏钱还难受。大少爷、二少爷，更令人尴尬的是，我们似乎也要去找梁萧买白糖，否则糕点铺子这块，我们将会遭受巨大的损失啊！小的多嘴，小的多嘴。哎，来。抱歉，此地严禁进入。你就告诉我，肖老板还有没有白糖卖？我听说那东西是绝佳的调味品，不止糕点能用。诸位是来买白糖的吧？白糖，每斤400文，每人每次限购1000斤。什么？400文？这昨天还是200文啊？这简直是奸商啊你！哎，昨天的200文那是优惠价，今日恢复厂价。不过诸位要是有信心可以制出白糖，可以回去试，就是有点费感。先回吧，吧。他还真敢卖400。小雪，你觉得咱们该如何应对此事？如果梁萧他能一直生产这种白糖，又无人能够仿制的话，我们最重要的是要与他稳定合作，长期供货。可以，虽然这只是几百万的蝇头小利，但长此以往，就是几千两、几万，甚至更多。此子当真开窍了？开窍也不行，商人也不能娶我女儿，门都没。爹，叫爹也不行。小雪啊，为父接受皇命，要外出办事，这家里生意的事儿就交给你了。女帝姐姐发力了，终于把这2世的老爹给治走了。看来女帝姐姐也需要一个皇上替她赚钱。爹爹放心，只赚不赔。从今天开始，定国侯府的生意就都归老梁管。灵儿，快给我挂上马车，我要去找梁小雨做生意。大赔，大赔，大。好一个美人胚子！哇，好一个脱俗仙子！穆姑娘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梁公子，这次我主要是来谈生意，梁公子不必担心。
你就是梁公子的妹妹吧？你我名字里都有个雪字，以后你就叫我秦雪姐姐，如何？秦雪姐姐好。哼，真乖。梁公子，不请小女子坐坐？哦，请坐。梁公子，这次来我除了谈生意，主要还是感谢你上次的救命之恩。哎，穆小姐言重了，算不上什么救命之恩。救命之恩就是救命之恩，我定国侯府向来家风如此，否则我爷爷也不会把我。把我们子孙辈教导得如此严苛，整日把知恩图报挂在嘴边，比如感恩陛下。早知道你们定国侯府如此，我就直接跟你们合作，买你们的甘蔗。梁公子想要甘蔗的话，我可以把我们家的甘蔗全部给你。其实我这次来也是替父亲跟梁公子谈谈白糖的生意。我们想以380文的价格收购梁公子的白糖，你有多少，我们要多少。哎，我之前说过了，你们定国侯府要我的白糖300文足矣。不行，太少了。我们是想与梁公子长期合作的，不如350文，这才合理吧。小姐，你怎么还加价呢？别管我，反正你花的不是老娘的钱。啊，那要不这样，310文。不行，还是太少了。不如折个中，330文收。不是，这世道连败家都有人抢的。就330文，只能多不能少，少1文我就不买了。好，既然穆小姐如此坚持，那我也就不推脱了，就以330文，希望我们可以长期合作。我定国侯府与梁公子惺惺相惜。灵儿，这3300两就作为定金。这太多了，这样我就要个零头，剩下的你拿回去。哎，不用你拿着。哎呦，哎呀，不用你拿着走。哎呦，就3300两吧。秦雪姐姐，我哥哥他一向说到做到，继续过场。梁公子，这雪儿妹妹可比你豪爽多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就不打扰了，我静候梁公子佳音。这位秦雪姐姐对哥哥可是格外的照顾哦。瞎说什么呢？就是那天他不舒服，我给他喂了一颗药，没想到是穆小姐如此知恩图报，想不到这世间还有如此通情达理的女子。哼，我雪儿就不通情达理了。雪儿也通情达理，但雪儿现在还小，咱收好啊。收好了。灵儿，我刚刚表现的怎么样？像不像天底下第一温柔乖乖女？是，只要我家小姐不动武，您就是天底下最温柔、最聪慧的女子。可是小姐，灵儿不明白，以您的条件，只要跟梁公子表白心意，他没有理由拒绝啊。你何必还要跟他？这你就不懂了。最优秀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在目标面前，这是爷爷教我的。
我不光要装柔弱，我还要讨他妹妹的欢心，万无一失。良宵啊良宵，等老娘把你骗到手，识相点，你就是我夫君；若不识相，你就是我的压寨笑。阿婆，你说我刚才的表现与那个穆小姐相比，谁更胜一筹呀？平分秋色。平分秋色？既然能与我平分秋色，那她确实配得上哥哥。我要帮哥哥把她给骗过门。哎，对了，阿婆，巴蜀的人来了吗？啊，已经到了。太好了，让他们去买哥哥的白糖，有多少就买多少，买的越多越好。我可比他们知道的更多。哥哥说了，这白糖以后能成为战略物资，就算以后运回巴蜀，也能高价卖出，不愁市场。对了，阿婆，安排一些我们自己的人去充当流民。哥哥他要扩建工厂，都是流民，我不放心。哥哥他也是时候该有自己的班底了。是。什么？白糖不卖了？今天、明天都没货了，想要白糖只能等后天了。后天？不是，我就关过了2天，就直接没货了。早知道我昨天就买了。现在订购后府的糕点铺都杀疯了。谁说不是呢？另外啊，我再宣布一件事情，这购买白糖的顾客太多，我这工坊啊一时拿不出那么大的货，所以我决定从今往后，这白糖以预售的方式进行出售，想要白糖得提前交钱。提前交钱？你怕不是想卷着我们的钱跑了吧？以前我还相信，现在不可能。白糖售卖如此恐怖，你会为了这点钱跑路吗？也对，预售就预售，我们交钱。哎，今天不收钱。这样，想要白糖，明天可以去工厂门口排队预付即可。既然你拿不出那么多白糖，那就不如制白糖的秘方交给我端木家。怎么样，梁公子？考虑一下。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列。端木公子，此话当真？你少废话！我端木家不缺你们三瓜俩枣，有气不？这可是你们说的。你们想要我白糖的秘方也不是不行。我呢最近闲来无事，也想养一些牲畜。我觉得你端木家的总裁就不错。我端木家正好缺一头猪圈去养牲口。哎，我觉得你兰陵侯府的宅子很合适啊。我弄死你，你信不信？哎，这话可是你们自己说的，怎么样都可以。你们也听见了吧？对啊。这刚说完的话，就当屁给放了。哎，真臭，真臭！哎呀，梁霄，你不就是想要报复我抢你的未婚妻吗？我抢了，抢没如何？过鞋而已，你想穿就穿了。梁霄，你信不信我断了你的货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要断你的货，那我可就要多谢你端木家了。这白白给我1万两银子，这比卖糖可快多了呀！1万两，可以。那要是我完不成，那就是你违约呀！你要赔给我1万两。闭嘴吧！前面的几位若是不买的话，是否可以考虑让一让？我看公子气势。我见这位公子气宇轩昂，想必阁下一定是梁萧梁公子。哎呀，在下公孙烈，乃是巴蜀公孙府上的管家，千里迢迢自巴蜀前来，欲以500文1斤的价格收购阁下1000斤白糖。
什么？500文一斤，现在已经涨到了400文，你这不是扰乱市场的吗？我的天，巴蜀公孙家真是财大气粗啊！阿婆带来的消息，要是再不买些白糖，小姐要发起火来，这要燃起来，整个巴蜀都得给这小祖宗想办法降火呀！还说不吃辣。哦，这位姑娘有所不知，现在我巴蜀呢流行吃甜辣。公子如何呀？不卖。什么？不卖？哦，哎呀，我知道梁公子在担心什么。这样，只要交易达成，我以公孙家名誉担保，立刻将这1000斤白糖运回巴蜀去，绝对不会借此机会扰乱京城市场，如何呀？这巴蜀目前是大周最强的藩王封地，倒是可以结交一下。公子不卖，还不卖？公子这是为何呀？我说了400文一斤，那就是400文一斤。实不相瞒，昨日我刚一入京之时，已经打听到公子此前的定价的确是400文一斤，但您也看到，如今队都排得这么老长了，若是我公孙家不适当加钱，如何竞争啊？公子大可不必客气，在商言商，这点道理我公孙家懂，银子嘛也给得起。这样啊，我的工坊已经在扩建了，这第2批的糖我可以稳定给你公孙家1000斤。第2，但价格还是400文。至于你们能卖出多少，那就是你们的事儿。啊！哎呦，小姐认的这便宜哥哥人还不错呀！这一天我回去就要告诉老太爷。公子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好，公孙令佩服，今日得见公子，真是3生有幸。公子够爽快，更讲究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赶回客栈静候佳音。公子，告辞。请。对于你们端木家想要白糖，600文一斤。你可真不要脸！你爱要不要？走着瞧。走着瞧。你跟我走啊！或许。行了，诸位，想要白糖，明日去工坊排队交付即可。好，跟随大家吧。陛下姐姐，你觉得梁萧怎么样？朕一直相信你的眼光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实业救国，倒还真有意思。其实他在朕这里已达到皇上的标准，不过什么？光是我说可以，无法服众。到目前为止，他只有白糖成功，一定会有很多人阻挠，所以还需要一阵风，把它吹得更高。姐姐的意思是，朕会让丞相邀天下学子举办一场宴会，到时候你想办法让他参加。哦，还有，你林端的身份就不用再冒充我。这段时间我都让林端在宫中，不敢放出去为我办事。好，到时候我定要让他镇定。林端的身份，朕也想借用一二。啊？以后，朕就是林公公。林公公，你那1000两银子，我很快就会还你，并且我会给你1成白糖的利润。嗨，大家不要了，爽快。哎，不过你可记得，
当初说若这钱赔光了，你答应咱家的条件。当然记得呀。我若是完不成，就在不违法的条件下答应公公做3件事。不错，你只替咱家办1件事就行，就1件。咱俩的关系，我替你办1件事，替陛下办2件事。啊，还有这好事儿？陛下2件，我1件。果然是梁公子，我没看走眼。那么今天就兑换陛下的1件事。你这也太快了吧！好啊，只要我能做到，定尽力而为。好，3天后，丞相府要举行一场年轻人的聚会，到时候希望梁公子能够到场。就这？没错。也不需要做别的？不需要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梁公子可有兴致赋诗一首？哎，不过这可不算你答应咱家的1件事里哦。当然，借圣旨。秋风清，秋月明，落叶聚还散，寒鸦栖复惊。相思相见知何日？此时此刻难为情。见过穆夫人。梁萧，你与侯府互惠互利是好的，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，你在京城文坛的名声不好，而小女又是京城公认的第1才女，你与她相识倒没什么，但请注意你的言行，不要连累了她的芳名。穆夫人的意思在下明白了，以后我会让别人来送白糖。走。以后梁萧再来府上，务必通知我或者是老爷，不得再让小姐见他。是夫人。小姐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小姐，不好了！刚在门口，夫人把梁公子给拦住了，并且还警告他说，让他以后不要再跟小姐接触。那个梁公子，他笑了笑，转身就走了。还说以后会让别人送糖来，他这是真把我给当成朋友，不忍心我和我娘闹不愉快，要不然以他怒怼镇远侯的骨气，断然不会潇洒离去。灵儿，我爷爷如今不在京城，我和我哥其实是拗不过我爹娘的，毕竟府上的人都要听他们的。也不知道爷爷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我爹娘是想趁我爷爷不在的时候，强行把我给嫁出去。谁说不是呢？但是小姐，你也别太难过了，说不定老太太很快就会回来了，到时候我哪里难过了？啊，我是想跟你说，这样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私奔了，私奔才刺激呀！私奔？啊，奔到哪儿去啊？再说了，梁公子会同意吗？我搬到他府上去，不行吗？这也算私奔？我说是就是。穆晴雪，穆晴雪，我只见过她2次，为何她的样子一直在我脑海之中？总觉得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算了，在这些达官显贵的眼里，我跟蝼蚁也没什么区别，还是得抓紧先做出一番事业，让他们明白什么叫做30年河东30年河西。这甘蔗也不够了，明天得去找端木云城进货。
端木公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怎么没看懂？懒得跟你废话，给你2个选择。第一个，把你制糖的秘方交出来，与我端木家共享，我们2家一块做白糖生意，原料依旧我出，利润我9，你1。别嫌1成少啊！以我端木家的实力，能让白糖的价格再翻1倍，能给你1成，已经是我端木家对你最大的施舍。还真是好大的施舍！你端木家这么不要脸吗？我选2。选第2个，我怕你承受不起啊。第2个选择，我把契约收回来，我赔给你1万两如何？你要考虑清楚，没了我给你提供甘蔗，你拿什么制糖？我听说前几日你已经收了不少人的预付款。哦，你保证他们如果拿不到货，你要3倍赔偿啊？到时候你手里的1万两够赔吗？我等了这么多天，就是等你收足了预售款，需要第2批甘蔗的时候我才出手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感觉很无力，很绝望？告诉你，没了端木家的甘蔗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你也配跟我端木家斗？好好想想，是想当一条无家可归的狗，还是想当一条有主人的狗？哦，你也别想着从那些散户手上收甘蔗，因为前2天我已经把他们的甘蔗都收回来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端木家还真是财大气粗。自然，我端木家从来都玩得起。那我就勉为其难，只能收下这1万两银子。你说什么？端木公子白白给我1万两银子，我岂有不要之理啊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想清楚，拒绝端木家的好意，你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？这就不劳端木公子操心。好，我就等着看那些商家怎么围攻你。1万两，稍后就送到你府上。谢了，告辞。大哥，他好嚣张啊！要不直接把他给弄死得了。不能这么便宜他，把商会断掉他甘蔗的消息传出去，我等着看他瞧啊！林公公这样貌，这宫里啊，实在是没什么乐趣，就跟那宫女儿学学化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真当我傻呀？你们这1个2个的，这明显就不是一个人呢。算了，就当不知道吧。你看，咱家这记性都忘了正事儿了。梁公子，咱家此次前来，就是想告诉你，那穆小姐近日身体抱恙，不方便出门，就由咱家替她与你交易。契书什么的就不必了。定国侯府的甘蔗，还有最近时间提供的甘蔗，都可以给你。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，也可以告诉咱家。再由咱家替你转告。这端木家肯定会把我甘蔗断货的消息大肆宣扬，所以这段时间我需要制作13000斤的白糖。不过你放心啊，这定国侯府的7000斤甘蔗一点都不会少。呀，那咱家可就不明白，
这甘蔗最多存放7天，你的人工才100多人，这怎么能够在半月内就能制出这么多的白糖呢？山人自有妙计。既如此，那梁公子大可以放心先任定国侯府。毕竟像你这样长期提供低价的白糖，也算是天大的商机了。想不到啊，这偌大的京城，我能相信的只有雪儿和林公公。依咱家看，这穆小姐确实人不错。若是梁公子日后可以平步青云，以后抱得美人归，也不是没可能。他父母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实话告诉你，这事儿啊，他们定不了。若是你喜欢他，你可以告诉咱家，咱家可以帮。不对劲儿，10分有12分的不对劲儿。这个新的灵端也好，还是之前的那个灵端，似乎都在有意无意撮合我和穆秦雪，连穆秦雪自己也在撮合。我现在无心儿女情，只想完成师父的嘱托，报效国家。好。一直听闻梁公子提及其师，不知这师傅是何人呢？家师，家师人在巴蜀，不愿意被提及。人在巴蜀，又让梁萧报效大周。当年有能力保下兰陵侯之子的，只有一人。无数。林公公，这下山之前，我看天下，以为是英雄辈出；下山之后再看天下，原来鼠辈成群。如今的大周强敌环伺，又有以巴蜀为首的军阀割据，朝野党争，更有门阀林立，只是自己也是鼠辈。林公公，林公公啊！没想到懂我知我之人，竟然是林公公啊！什么这你？你赶紧把那条子赶紧写好，咱家还要替你找到给定国侯府的穆姑娘。早就写好了。女人的事，哥哥在说什么呢？没什么呀，哥去工坊了啊。哎，又一个冒充林端的，还是个女子。哎，我知道你是谁了。穆秦雪也好，你也罢，这可是你们自己送上门的。到时候把你们全都骗进来，给我当嫂子。对了，还有端木家那个坏家伙，我哥哥好不容易成功一次，岂能让你们捣乱？这甘蔗又不是只有你们端木家有。我手了。参见你弟姐姐，怎么样？见到了吗？从他的言谈举止可以看出，确实不是普通人能比的。既然你弟姐姐都这么说了，我越来越相信他才是能够挽救咱们大周的贤臣。好，贤臣，你确定不是定国侯府驸马？有没有可能会是兰陵侯夫人？
哦，哎，他想要继承兰陵侯爵位，还得看他的努力呀。启禀大少爷，如今那梁萧已经成熟掌握了白糖的制曲技术，而且还在广发英雄帖。面对普天之下，广招合作伙伴，奇货可居啊！此人还真是峰回路转，否则凭他这经商经验，我那小妹要不了1年就得乖乖回家。是啊，我那小妹她真的死都不愿意回来啊！四小姐此次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，除了阿婆以外，绝对不允许我们公孙家其他人接触姓梁的小子，尤其是您和家主。怎么还让你们去照顾那梁萧啊？就是啊，我约莫吧，应该是怕他这次破产，结果这次不是没破了。这次他到底用了什么邪术啊，让我那小妹如此死心塌地的跟着他？不知道啊。哟，别，大少爷，我知道您在想什么，可是四小姐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您知道四小姐这次怎么跟我说的？怎么说的？现在我已经不是3岁小娃儿喽，你在那边做清楚，要是那边耍什么阴谋诡计，我这个贼的玩意！算了，不用请人闹去。那是。反正这梁萧啊，也不可能伤害他。我此番来京，一是为了看我这个小妹，二是这大周丞相举办的年轻一辈的聚会，正好看看这大周的国力。若是这年轻的一辈真如我们这几天看到的如此徒有其表，那我巴蜀就可以准备起喽。准备起，大少爷高明。陛下，这所谓的受金体的确是自成一派，且足以传世。这些个诗词列在我大周诗词前50，不成问题。丞相认为能写出这几首诗，会是什么样子？臣不敢以貌取人，但是此人一定是饱读诗书，是已故兰陵侯之子梁萧。居然是他！丞相品今日精存后生，不介意多梁萧一个。臣定当竭尽全力为陛下招揽天下人才。以他的性格，一定会在角落里当个看看，还望丞相多提携一二。能让陛下和穆姑娘一同来举荐的人，臣已经开始感兴趣了。这丞相府只不过如此啊。梁公子，今日我家父亲自主持宴会，端木家和知远湖的人都在场啊，你要多多留意啊。多谢诸葛兄提醒，在下不爱生事。高，他怎么来了？哼，随他去，看他能掀起什么风。哎，那我先去忙了。诸葛兄请便。就这儿吧。哥哥，你不去认识认识这些京城的才子啊？啊，不了，我来此啊，也是奉了林公公的命罢了。公孙兄、卓兄，招待不周，还请自便。哥哥，雪儿，你怎么了？哥哥，那人是巴蜀的公孙无极，我在巴蜀的时候见过他，他跟端木家有私下往来，可坏了他。公孙无极，原来是他。大周有2位新崛起的将星，其一是穆秦雪的哥哥穆凌霄，其二便是巴蜀的公孙无极，被巴蜀称为无双上将，乃是巴蜀大元帅钦定的接班人。公孙将军、卓先生，
今日二位大驾光临，乃是我大周学子之幸啊！此人便是拐走过小妹的梁萧。这么看来，还真有几分气度啊！此人以罪臣之身，仅以白堂就可以搅动京城商局，又能创作《秋词》这本诗句，未必是池中之物。这下见过丞相。免礼免礼，卓先生果然高见。今日请二位前来，也想让二位看看，我大周这年轻一辈是否真如那世家所说，不堪重用。丞相过奖。龙凤之子，天人之表啊！能得江左卓明峰夸赞的仅此一人而已啊！那先生，此子将来能否有资格逐鹿中原呢？未必是逐鹿中原。你想想，大周段云一尚未婚配，倘若此人江左豪杰卓明峰，是之奇才算无一次，是我三顾茅庐才请出来的谋主。连他都这么说，那就……公孙四小姐似乎也依赖此人，杀之不行。不如趁着他还没为段云一效力，想尽办法把他给招了。可以，他要能进我公孙家，那我这小妹回来之事不是板上钉钉了吗？先生，可有什么办法招揽合适呢？把你三妹从巴蜀调过来，干嘛？让她以美色来征服自己，就让此子成为公孙家的女婿。这不行，我已经陪了小妹，这还把我三妹搭进去，这不行！哎呀，听我的！哎呀，将军，不行！梁公子，怎么不入座呀？诸葛兄，这公孙无极旁边的是何人？梁公子，是否听闻过江左鬼才卓明峰啊？竟然是他！想不到这次宴会的确来了些了不起的人。呀，这不是兰陵侯府的梁公子吗？今日丞相府宴请天下才子，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不？你什么你啊？你啊！没事，就怕呀是某只狗找了其他的门路钻了进来。不过呢，这狗除了会钻果洞以外，就不会什么呀？端木二公子张口阿猫阿狗，可知这丞相府内罪忌无礼。至于端木大公子，前些日子定国侯府诗会，偷人诗句，沦为笑谈，也敢自称是才子。你休想造谣我们端木公子！你闭嘴！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跟别人有婚约，还跟其他男人私会，这么一想，你们倒是般配。对呀、哎，好了，这次宴会邀请大家来，我们不提以往的恩怨，我们谈国家，谈天下。各位有什么高见，尽可以提出来。若是只想逞着口舌之力，还请离开我们丞相。哎呀，好生热闹啊！我是错过什么了吗？诸葛兄，别来无恙。行兄，别来无恙。那位置，阁下是江左豪杰卓明峰。行兄，认错人了，这位是已故的兰陵侯之子梁公子。所以写出秋词的梁萧公子，在下大此行功，久仰大名。行兄客气，不过是一首俗诗，难登大雅之堂。哎呀，公子过谦啊！我言秋日胜春朝，此等兄弟天下少有啊！改日必须去，改日再去登门拜访。我先逛逛，和小时候一样。这大楚天骄来我大周参加丞相宴，
唉，怕是来管我大周国运呢。刚才为何要我离开？这梁萧在京城文坛的名声并不好，小侯爷不必趟这趟浑水。无知！这大周除了卓民封禁，还有如此英杰，喜怒不形于色，气度沉稳，不比吾皇之下呀。小侯爷误把梁萧认成卓民峰，如今也见了卓民峰本人，感觉如何？卓先生的确是第一豪杰，但更强于谋略，不比梁萧。他能成为群龙之首，文武双全。文武双全？你看他身上的气势，跟我爹的风范一样。只有对自己身上的本领有绝对的自信，才会有这样的气势。所以我敢肯定，他身上一定有。先生啊，这梁萧在你眼中已经是人中龙凤了，那跟邢风比起来，你觉得如何呀？这梁萧或许会更胜一筹，所以你三妹的事就不要扫，惜我之人者。哎啊！主上啊，竟然给我小妹吃橘子！你小妹是最讨厌吃橘子的，我还吃的那么开心。你。这畜生，他到底给我小妹吃了什么迷魂剂啊？连喜好都变了。他公孙修，要我说，你总是对他抱有偏见，你应该正视他，认识他啊。先生啊，你看，他那杯子的手势，和我见过的一个高人如出一辙。一个连我爷爷都找不到的假死士人，我大还在世，我爷爷便不敢有此例之行啊。我他真是出自死人门下，那你所说的，我可就不意外了。哎，那你三妹的事，写信告诉三小姐，说四小姐被人给拐了，就写人京城想姐姐，快去。宴会开始，请大家落座。宴会开始，大家请落座吧。诸位，诸葛爷爷今天偶有急事，小女子受托今日为诸葛爷爷主持本次宴会。有秦雪姑娘主持，今日宴会必定会顺顺利利。听说秦雪姑娘也是城下的高徒，还未许人，也不知道哪家郎君能得到她的倾心。梁公子、邢公子、公孙将军、卓先生，为何不来前排一叙？雪儿这么爱吃橘子，以后可天天给你买。还是哥哥对我最好了。梁公子，不必了，多谢台，我在后排倾听就好，不影响大家交流。我也觉得后排挺好的，多谢秦雪姑娘费心了。我与公孙兄也在后排挺好，秦雪姑娘继续主持便是。看来梁萧是因为自己的身份而感到自卑，但这场宴会就是为你而办，主角怎么能在后面？梁公子，来者是客，你尽管来前排一叙。小女子最近拜读了梁公子的诗词，又见了梁公子的受精体，深感敬佩。受精体是什么？受精体便出自于梁萧之手。梁萧，快上前为大家解释一下。哥哥，去吧。
你看这群人多有意思。这梁萧起身后，卓明峰等人也起身，全都围着他转。看来这梁萧的确引起了巴蜀和大楚的注意。臣恳请陛下即刻将梁萧送入朝廷。不用，秦雪在，他跑不了。定国侯那个老不要脸的，怎么会想到把孙女儿嫁给梁萧的？这是在虎口夺食啊！臣暂且告退。且慢！且慢！秦雪姑娘，公孙将军、卓先生和邢公子名留天下，他们几位坐在前排，我等心服口服。可这梁萧不过一介商人，一个无名之辈，何德何能坐在前排？好，就事论事，商人也是人，小女子也为家父打点家族产业。秦雪姑娘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他梁萧怎么能和你相提并论呢？英雄不问出处，端木公子此言差矣。邢公子说的不错，往圣先贤不乏出身穷苦，岂能以出身来论人品？我也赞同卓先生的说法，就凭梁公子的诗词和一手好字，他就有资格来前排高谈阔论。不对呀，自从进入了丞相府，我好像什么都没干，就坐在那儿剥橘子，怎么突然就变成全场的焦点，矛盾的中心了？不行，都不打起来，这也太无聊了。看我给你们添一把火！喂，我哥哥他是商人又怎么了？我哥哥他乐善好施，知道救济流民，哪像你们一个个的家里明明富可敌国，成天只知道纵情享乐，流连的风月场所。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舔猎门墙？舔猎门墙？你的意思是我等应该惭愧，不配进丞相府？你是谁呀？他呀，他就是那个梁萧，也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找来的野妹妹。哈哈，我说呢，原来是个没有爹娘要的野杂种！快闭嘴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！端木云长，你说什么？端木云长，有什么冲我来？连尊老爱幼的道理都不懂，枉你还自诩读书人，还自诩京城第一才子。今天能在这里，哪一个不是在京都乃至全国有头有脸的人物？你梁萧更没资格说话。梁萧能做秋实，你说他没资格？老子也是一介武夫吧，尚且知道尊老爱幼呢。公孙将军说的是，方才是我一时失言，给这位妹妹赔不是了。我才不接受你这个衣冠禽兽的道歉！哎，的确是衣冠禽兽。端木云长，像百花楼这样的风月场所，你可没少去啊。哎，人尽皆知了吧？端木先生，你没少给那些青楼名妓写诗吧？公孙将军，在下敬的是巴蜀豪杰，你可莫要得寸进尺啊！你可莫要得寸进尺啊！啊！我还就要得寸进尺了，如何？够了。见过丞相，见过丞相。今日聚得天下英才，不谈诗词歌赋，不谈出身门第，只谈我大周的当下之局。北湖环泗，藩镇割据，国库空虚，世家做大。诸位都是年轻有为之士，可有救国良策？
丞相所言极是啊。然，今日我大周之局并非一日之寒。17年前，他兰陵侯贸然主战，至北湖南下，国都南迁，数十万将士战死沙场，此乃前车之鉴。依在下看，当以怀柔之策待北湖，割地赔款，互通有无，方得太平。一派胡言呐！当年兰陵侯带着10万将士断后，才有了我大周迁都的时间，而尔等士卒竟在后方把持粮道，拒不发兵。今天反倒倒打一耙，可惜的无耻啊你！公孙将军所言极是，今日之宴本是论救国之策，而非诋毁忠良。兰陵侯为国捐躯，沉冤未雪，尔等不思为其正名，反倒拿其说事，你还配称大周的子民吗？哎，穆姑娘休得胡言呐！兰陵侯主战误国，这是朝野共识啊！朝野共识，我看是尔等世家的一己之见。端木公子，我有话要问你，你尽管问，今日我定变得你心服口服。当年两国交好之时，北湖各族不仅要我大周的钱财，还要我大周每年奉上5000名妙龄女子供他们享乐。此事人尽皆知吧？那又如何？用5000名女子换取两国和平，这些女子与有荣焉？普通人家的女子上不得台面，而像你端木家族这样的世家大族之中，有不少芳名远扬的宠姬美妾吧？怎么就没见你们放出来？有这些平民百姓的子女跟北湖人和亲，犯不着让我们这些高贵的官宦子女去吧？那我再问你，他们要的不仅仅是钱财和女人，他们要土地。当年主张割地赔款的，就是以你端木家为首的朝中大臣吧？以土地换取和平，总好过穷兵黩武，削弱国力，有何不可？你放屁呀你！你们这群投降派软骨头！公孙将军，让我问完不迟。当年北湖侵犯我大周边境，致使数以万计的百姓家破人亡，流离失所，你却只字未提。他们要钱，你便慷慨相赠，就是因为花出去的钱是国库的钱，而并非你们世家的钱。他们要女人，你们便给他们女人，让寻常百姓忍痛割爱。他们要割地，你们便割土地。今日割5城，明日割10城，得一息之安闲。可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，就是让我大周日渐衰落，兵无战心，民变四起。没花你们世家大族的1分钱，一个人1块地。你们告诉我，你们世家大族为何如此慷慨大方？这是食肉者所谋，你梁萧懂个屁！那本将军是食肉者吧？端木云城，你倒是告诉我呀！我替他告诉你，你他们这些世家大族，早在大周之前就当了几百年的墙头草。他们只会见风使舵，即使我大周亡了，对他们而言也不过是换个新主子罢了。一派胡言！我端木家拳爱国之心日月可见。怎么就一派胡言？拳爱国之心，怎么不见你端木家跟着前朝一起灭亡啊？换主子对你们来说不过是家常便饭吧？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敢污蔑我端木家？哼！端木公子，你口口声声说污蔑，那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这上面记录了北湖近5年的所作所为。你端木家借通商之名，向北湖出售粮食解气，让其养精蓄锐。你告诉我，你们这么做到底是卖国还是救国？一番胡言，这是假的，这是伪造的，造假！哼，巴蜀公孙家在北湖边境布有暗线，这些记录皆是亲眼所见。端木家与北湖通商的证据，我这儿也有。那又怎么样？又能说明什么呀？这通商就是为了大周太平。那不然的话，今天打仗怎么的，天下大乱了，民不聊生。太平，用我大周的国土，用百姓的生命换来的太平，算什么太平？尔等世家
助高无实真凶。北湖杀的不是你们的亲人，占的不是你们的封地，你告诉我，你们为何如此能靠他人之才？梁兄，一个罪臣之后，你有什么资格谈国家大业？我告诉你，兰陵侯他死有余辜，你也迟早步他的后尘。我说的你是个屁呀！罪臣怎么了？京城怎么了？至少他心里有大周，有百姓，比你们这些世家大族强100倍。说得好，英雄不问出处，家国大无关门第。端木公子，你以出身论人，未必也太过狭隘。梁公子所言，振聋发聩。大楚虽与大周为邻，却也尽忠良，恨奸佞。今日一见，大周并非无才，只是明珠谋臣，与梁萧相比，这些所谓的世家才子，才是真正的笑话。梁兄，受教，受教啊！受教。谁是笑话？我们饱读诗书，我怎么就不是读书人了？个罪臣之后，你配当读书人吗？我一个罪臣之后，尚且知道万夫走卒皆可报国。梁萧为卑而未敢忘忧国，今日我必以诗为证，让你知道什么读书人。我来给你研墨。将卧孤村无自来，上思魏国戍轮台。夜阑卧听风吹，铁马冰河入梦来。好诗啊，好诗！梁兄好诗，好一个报国之君啊！哥哥好厉害！兰陵侯有子如此，子而无憾呐。我梁萧，一介罪臣之后，一介商人，却知位卑未敢忘忧国。尔等世家子弟，食大周俸，受大周庇护，却只知道割地赔款，苟且偷生。尔等愧对天地，愧对百姓。更愧对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的大周将士。我梁萧今日在此立誓，报效国家，实业救国，为家父证明。若非此事，天地共诛。梁公子壮志，在下佩服。梁兄，他日若有需要，我包蜀上下愿尽绵薄之力。梁公子乃真男人，日后若有需要，愿与公子一起抗蜀。长念。17年前，兰陵侯段良战死，经查，乃是有人故意拖欠粮草所致。今日丞相赴宴，还在诋毁忠良。明日朝堂，老臣定请陛下严惩此事。大哥，是你。梁萧，你果然是个人才，有大志。我大周就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。来，到我书房一叙，且与我共谋，救国良策。今日此行不虚也。梁公子，改日必登门拜访。哥哥，哎，小姑娘，怎么？那梁先生是你的亲哥呀？公孙将军怎么知道我有一个拿命宠我的好哥哥？你们有吗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！公孙兄，记住你3命的事。其实，2年前你刚到京城的时候，
老夫就派人暗中观察过你。坐。哎，结果他们的回报是，你看起来平平无奇，实在是惭愧。丞相日理万机，定然是不会亲自观察。梁萧，你既有如此的才华和胸怀，却只能被迫经商，这是朝廷的失察。现在，你可愿意为官？老夫定当全力为你铺路。丞相，晚辈其实是自愿经商。这商人唯利是图，哄抬物价，一向是受人嫌弃的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诗词歌赋拯救不了大周百姓，但钱可以。我已经跟林公公谈妥了，争取成为皇商，这也算是回报陛下和林公公的知遇之恩。林公公，这林公公都换了2人了，这小子还没发现。老夫听过你的理论，想要通过实业救国，真是眼光独到，一眼就看出了大周的机弊。陛下若是没有足够的钱财，举步维艰，未来的确是不敢相信。那老夫就不劝你了。多谢丞相理解。林公公，你刚才藏哪儿去了？自然是躲起来，看你横眉冷对千夫指喽。你果然也在。梁萧，你先去宴会等候，老夫随后就到。好。丞相觉得这梁萧如何呀？陛下果然是眼光独到，能救大周于水火者，能辅佐陛下平定天下者，非此子莫属啊！看来我大周有救了。陛下，丞相有什么话，但说无妨。陛下，那定国侯当真是把秦雪许配给梁萧？是啊，秦雪也很中意梁萧。臣观梁萧虽然是有情有义，可并不代表他没有野心啊。眼下巴蜀和大蜀的豪杰都有意结交于他，臣很担心。臣担心秦雪那丫头根本就留不住他。其实以此子的才华和样貌，以及那一腔忧国忧民的胸怀，臣更希望他能够成为大周。昨日丞相府事情已经传出来了，这会儿段云一又把梁萧的墨宝拿出来演示，是不给我端木家面子吗？右丞相奉旨举办品评宴，满载而归。我朝读书人忧国忧民，风骨犹存，深知蛮夷乃豺狼，何可苟合，朕心甚稳。众爱卿觉得这首诗写得如何？陛下，此诗字字珠玑，堪称绝妙。端木卿家何故一言不发？陛下，臣等始终以为蛮夷只需怀柔，而不可妄动干戈。17年前迁都之祸，生灵涂炭，至今仍历历在目。我大周若因此丧失了与蛮夷的友好通路，
只怕是当年迁都之祸究其根源，恰恰是因为养虎为患。北胡人收购我大周的粮食与铁器，得以发展壮大，趁虚而入，致使北境空虚，失职的乃是兵部。陛下，此事诸位臣工皆已竭尽全力，奈何前线战事不利，兰陵侯拥兵自重，且不停调。如今兰陵侯之子梁萧，更是妄言力战，妖言惑众。够了！这档说辞，先皇与朕已经听了无数遍了。朕已与右丞相商议，要彻底断绝与北胡的通商渠道，严禁与北胡走私，即日推行。陛下圣明。陛下圣明。陛下圣明。陛下圣。幕府，他不是相当嫌弃我，不希望我和他女儿有交集吗？梁公子，此次前来是特意向你道歉的。之前是我狭隘了，我没想到你是怀才不遇，却有报国之心。穆夫人不必如此，穆夫人也是爱女心切，我能理解。请坐。哼，自从娘听闻丞相府发生的事情后，就对梁晓改观大变，因为娘也出自平民世家。来人，看茶。穆小姐请。梁公子，听说现在外面做生意都要与胡人打交道，是吗？穆夫人此话何意？梁公子，当年迁都之祸，我外公外婆还在北境，没能幸免于难，所以我娘最痛恨胡人。而胡人之所以壮大，离不开一些唯利是图的大周商人为他们提供物资。原来如此，穆夫人请放心，17年前，家父也是被北胡之人销售示众。我绝对不会与胡人做生意。不仅如此，我梁萧正的每一个同儿，将来都是变成射向北胡的利剑。我亲手为我父亲报仇。好，我信，不愧是兰陵侯之子。你觉得小女如何？穆小姐不愧于大周第一奇女子。这孩子一表人才，又有一腔报国的热血，倒也配得上自家女儿。只是女儿那天生蛮力，武艺高强，就如自己婆婆那样，将来这孩子不会也变成妻管严吧？那就好，接下来就聊聊你跟秦雪的婚事吧。啥？婚事？竟然不给我端木家面子，当众掩饰梁萧的戏，看这个昏君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。当北胡入主中原，咱们端木家依旧是朝廷的柱石，而且段云一注定是胡人的人物。这女帝怕是失了智，断了与北胡的商贸，这会让我们端木家损失惨重。爹，您消消气，那女帝不就是想要力挺梁萧吗？我们偏不让她得偿所得。别忘了，我们已经断了她的甘蔗来，
而他第2批白糖马上就要出售了，没了原料，他拿什么卖？届时再还不上钱，我们就可趁机收购了他的白糖秘方。到那时，这白糖生意只能是我关木家一家独大。爹，这件事情应该宣扬出去。婚事，我和穆小姐，没错，错了吧？没错。这我怎么不知道呢？这件事情啊，你确实不知情。2年前你来到京城，其实有很多人在关注着你，这其中就包括老爷子。定国侯府当年若不是你父亲力保，早就没了。所以你一到京城，老爷子虽然没在京城，但是却一直关注着你。当他知道南宫雷跟你悔婚之后，就立马定下了你们2人婚事。啊！你不用有心理压力，这件事情也是你父亲当年同意的。所以这事儿你也知道？就我不知道。那梁公子是不喜欢我了？我等一下，这门婚事我替哥哥应下了。雪儿，哥哥，你不是答应过雪儿要给雪儿找个嫂子的吗？我什么时候？哥哥，而且你那天不是跟我说你喜欢清雪姐姐？我什么时候？太好了，准备婚礼。哎呀，你稳重点儿。这件事情虽然我同意了，但是他爹还不知道，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个契机。什么契机？皇商。你爹之所以不同意你们2人的婚事，还是因为你的身份，所以务必要拿下皇商。娘，拿下皇商对于梁公子来说并不难，陛下已经注意到他了。过几日啊，陛下就会召你进宫。陛下要招我进宫？没错，你不要小看你在丞相府的影响力，陛下已经将你的诗挂在了大殿之上。好，该说的我也都告诉你了，那么我们就先告辞了。穆夫人慢走。走了。嫂子别走，嫂子再来，嫂子。雪儿，你。这第1步的计划算是完成了，只要拿下皇商的称号，就能迅速拉起其他的商业板块，到时候赚钱就像喝水一样简单。是时候考虑发展这些东西。这谁呀？今天必须给我出马！对，要不要来？你不是玉香堂天满楼、香福楼的掌柜们吗？看他们行事匆匆的，这是要做什么？哎呀，还能干嘛？当然是去要债。梁萧啊，这次算是完了。梁萧，他怎么完了？他现在卖的白糖不是供不应求吗？对啊，都传疯了。端木商会断了梁萧的甘蔗，他没了甘蔗怎么卖白糖？这些掌柜们都是交了预付金的，能不着急吗？我就说嘛，这梁萧就是个商业鬼才，干哪行哪行倒霉，果然没错。哎，对，我们一起干的吧。端木公子要替这些掌柜们主持公道，让梁萧退钱。走吧，梁萧，你给我出来！没错，让梁萧给我出来退钱。就是出来，你把钱退给老子！告诉梁萧，躲着没有用，退钱，还钱！退什么钱？你少废话！当然是退我们预定白糖的钱，你可答应过，交了预付款，
拿不出白糖就3倍赔付。各位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明天才是白糖第2批交付的日子。等到明天，你人都跑了，我们找谁要钱去啊？就是啊，要不是端木公子提前告知我的，我们还真被你蒙在鼓里了。杨香，我端木家作为大周豪门，一心为国，断不能让你这种老鼠坏了我大周的商业，坑害我大周的百姓。我听明白了，你们觉得我没有白糖？谁告诉你们我没有白糖？什么意思？他还有白糖？不知道啊，听他这意思啊。哎，大家不要被他骗了啊！我端木商行早就断了他的甘蔗，他没甘蔗怎么制糖啊？对呀，没有甘蔗，你如何制作白糖？到现在还想要骗我们？合着你们就是不信我呗？少在这里装神弄鬼了！市面上80%的甘蔗都是我端木商会的，就算你跟定国侯府有交易，他们能有多少甘蔗呀？啊？你猜？猜？当日你在丞相府可是口口声声说要为大周贡献一份力量，现在你机会来了呀！既然你制不出白糖，那把制白糖的秘方卖给我，由我端木家制糖，一定能给大周的商户提供稳定的白糖。端木公子说的对，是，你要做不出白糖，就把秘方卖给端木公子。就是，我明白了，你端木家今天是冲我白糖秘方来的是吧？哎，你我都是为了大周。显然，这个白糖秘方在我端木家手里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价值。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是，是啊，对。你这大白天的就开始做梦啊？嘿，你看这个人啊，口口声声说为大周，现在又出尔反尔啊！你就是眼界狭隘、自私自利，就想着你自己那点利益。梁笑，你是要毁了大周商业吗？我毁了大周商业，交不出白糖就是毁了大周的商业。好，诸位，明日白糖正式售卖，不会少了你们1两，这样还算是毁了大周的商业吗？你个死鸭子，嘴真硬啊！我赌你的仓里就没有白糖。你个活鸭子，你错了，我这里边全是白糖。我本来是想等到明天再开始售卖，既然大家都等不及了，那好，今天我就给大家。来吧，活鸭子，走，看看就看看，走，看看。你不是要带我们看白糖吗？白糖呢？哼，你瞎呀！这儿全都是白糖。这真的是白糖啊？难道这些大缸中装的都是白糖？如果是真的话，这怕是有上万斤的吧？你们不要被他骗了啊！就算他把定国侯府的甘蔗全收来，最多制出2000斤白糖啊！他还要给定国侯府1000斤，还要卖给巴蜀公孙家1000斤，哪有你们的份儿？依我看，他这些缸都是空的，他根本没有白糖。哎，我是个诚信的商人，跟你这种说毁约就毁约的端木公司可不一样。哇！全都是，还有这全是我的白糖？不可能！我相信你有那么多白糖。哦，那我就让你相信吧。哇，这个东西！你哪来这么多白糖？这当然要感谢你了，你给了我1万两银子，让我有更多的资金去更远的地方收甘蔗。这甘蔗的保质期是7天，只要7天之内制作完成，就不会坏。我是你的端木商会，我听说你们收购了大批的甘蔗，这7天可过去3天，你们该如何在4天之内处理掉几10万斤的甘蔗呢？这要是都烂在仓库里，这得损失多少钱？要不这样，我以每斤
1文的价格收购。做梦！我告诉你，那些甘蔗就算烂在仓库里，我也不卖给你。哎呦，诸位都听见了吧？这端木家就跟我在丞相府里说的一模一样，他们呀就是嘴上爱国，宁肯将甘蔗烂在仓库，也不愿意便宜卖给我们百姓啊！是这样，是你闭嘴！我偏不。诸位，你们不是想提前要白糖吗？哎呀，没事。这做生意要讲规矩，我可以提前给你们，但以后这生意咱们就不要做了。你这别呀，别呀，梁公子，哎，我们都是信你的，可不能不卖啊！没了白糖，我们这些铺子可怎么活呀？对，我们都是相信梁公子的呀。今天我们是他，对，就是他。三顾谣言，这才让我们误会了梁公子啊！是他，就是他。你们确定这散布谣言的，就是他？对，你们敢污蔑我，信不信我封了你们商会？端木公子还未入朝堂，这好大的官威呀！我家主人是宣武侯，你封一个试试。我家主子天明侯，等端木公子来封。诸位消消气，想让我继续卖给你们白糖也不是不可以，只需要答应我一个小小的条件。您说，就是这回去之后吧，把今日发生的事情都散播出去。特别是端木公子说了，就算是把甘蔗放在仓库里烂掉，也不愿意贱卖给我们百姓。梁公子，请放心。若真让他们宣传出去，必定会引起京城贱民的民怒。这梁萧是想将我端木家推到风口浪尖上。去，行。诸位可别忘了今日答应我的事情啊！放心，放心。哎，那是，那我就不送了。好嘞。不是，告辞。哎，梁公子，你今日可方便面圣？这事儿能不方便吗？那好，待会儿就有公公带你入宫。皇宫重地，一定要注意礼法，在陛下面前千万不要失了礼数。你放心，今天给你一个大惊喜。站住！此乃皇宫重地，你是来面圣的，难道不懂规矩吗？规矩啊，这位公公带我来的。你现在呀，归咱家管了，话也不顶用。规矩，我懂。规矩。林公公，你什么时候也学会这一套？奴才该死！你叫他什么？林公公。他是林公公，那你？大胆！这位是当今圣上。啊，参见。不必跪了，随朕来吧。我猜过这林公公的身份，但是怎么也想不到，他竟然是女帝。拿来吧你！啊，草民斗胆想问，想问陛下一个问题，请讲。这第一任的林公公，就是穆秦雪吧？你确实有几分小聪明。好你个梁萧，原来你早就知道了。你可不要小看我，我可是你弟姐姐钦点的推荐官，专门秘密为大周寻访人才的。多谢推荐官。哦，草民多谢陛下。你也不算草民了，以后称臣就好。朕准备对你委以重任，若你做得好，朕会考虑在合适的时期把令尊的侯爵
归还给你。臣谢陛下。梁萧，你冒着株连九族的风险，犯言直谏，给朕应对之策。朕倒想听听，你为何会觉得大周已有将亡之兆？回陛下，我大周朝开国40年，而这个时间本应该是一个王朝的上升期。再看看如今的大周，百废待兴，与王朝末期又有何异？王朝末期，回陛下，一两句话说不清。臣整理了一份调查。土地金币，税收减少，国库空虚。朕本以为，一个王朝的衰败是权力的斗争，没想到真正的原因在底层，在百姓。所以，这就是你一直赚钱的原因。正是，只有国库充盈，百姓的生活才能得到改善，百姓才是一个王朝的根本。你可有办法？请陛下再往后看。晒盐法，当真？可制取可食用的食盐，只要做好盐田，就一定可以。那你估算一下，这晒盐法能为朝廷增加多少税收？每年至少500万两，最多可以达到2000万两，全看陛下保密工作做得如何。丞相，臣在。你怎么看？陛下，臣年轻时喜欢和内人研究一些工具，以梁萧提供的晒盐法内容来看，臣觉得可行，而且成本极低。好，若增收真的对朝廷有用，朕将来给你的回报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啊！多谢陛下。不过这些都是臣该做的，臣还有更多的办法帮助大周，只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。陛下，臣恳求等山河一统，天下静平之时，让臣告别朝廷，归隐田园。你怎么能归隐田园呢？你是怕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？不行，梁萧这样的人才归隐田园，简直是大周之殇。看来只能让他成为帝君了。只是陛下这婚约到底是和谁的？必须想办法知道，把婚约之人解决掉。林公公，是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兰陵侯为国捐躯，沉冤得雪。其子梁萧亦有报国之心，深得朕心。朕与丞相等人商议之后，决定正式授予梁萧一品皇商，并赐官印，接手大周王朝一切商业活动，包括盐铁。钦此。陛下，此事万万不可呀！臣等附议。有何不可？陛下，商人向来是唯利是图，若此子插手盐铁，日后定当变本加厉地与朝廷争利。其实，即便是陛下收回对他的特权，怕也难掩悠悠众口啊！朕记得你们名下也有诸多产业吧？怎么，你们也是唯利是图？陛下圣明，此子赤胆忠心，有乃父之风，
臣愿为其担保。右下，你眼下国库空虚，梁萧以白堂起家，展现他经商天赋，又仰赖陛下栽培，大可一试。相比之下，几位大人家资巨溢，也不曾见在国库空虚时慷慨解囊，又怎能智慧此事？好一个慷慨解囊！我等没有慷慨解囊，难道你右相就慷慨解囊？难道他梁萧就能慷慨解囊？你梁萧已将白堂6成盈利交给国库，他只拿4成，如此精忠报国，诸位若是能效仿，朕不介意，也让你们做做皇上。给你6成，那还不如我自己当皇帝。陛下圣明，如今国库空虚，是该有几个像样的皇商能够真正的为国效力，而不是口头效力。杨大人，端木大人，陛下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还是要反对梁萧经商，岂不是在反对陛下？端木大人是要……还不是这个意思。退朝。什么？一品皇商？那个昏君竟然让一个败家子当一品皇商？我看这个昏君是昏了头了吧？这天下注定是要易主了。住口！如此大逆不道的话，你敢说出口？必须联合各大世家打压此子。不过，如果此子能够卑躬屈膝与我们合作的话，也不是一条生财之道啊！爹爹呀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你忘记他怎么欺负我们的呀？他逼我嫁给他失败以后，就处处针对我们。你是说他不识抬举？对，爹爹，我要杀了他！没了我们镇远侯府的帮衬，他凭什么可以当一品皇上？此事我会和端木家去商量。王八蛋，刁民！帮猪狗不如的东西，敢跟我们端木家讲价，找死！大哥，这帮家伙太过分了，知道我们有批干政要着急出手，肆意妄为的压价，我端木家何时做过这么亏本的生意？没关系，大不了烂在仓库里不卖。不行啊，大哥，那些掌柜会把我们囤积大量甘蔗的事情散布出去，一旦我们不卖，必会从中做文章，会让家族在朝廷中陷入被动。大哥，你发现没有？那些原本被我们打压下去的主掌柜，今丞相府一事已经死灰复燃。那应该怎么办呢？我在跟那帮刁民谈谈。哎，二位好像很苦恼。梁萧，你来干什么？来跟我们炫耀你成为一品皇商吗？端木家不欢迎你，不许！哈哈，气性别那么大，我是来找二位谈生意的。我没有生意跟你谈。谁说没有？我听说有甘蔗要出手。我就算卖给别人，我也不会卖给你。卖给别人？卖给谁呢？那可不是几十几百斤的甘蔗，那可是几十万斤。放眼整个京城，能吃下的也就这一碗。你想出多少钱？每斤1文钱。多少？1文钱？这些可都是上等的甘蔗，至少是2文。你只出1文，不可能！哈哈，二位，这甘蔗的保质期只有7天，现在已经过去4天，已经不新鲜了。它现在就值这么多价。我就算送给京城的那些贱民，我也不会卖给你。行了，我给你们1天时间，好好考虑考虑。哦，对了，这事儿可是有很多人都盯着我。
大胆欺人太甚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发这么大的火？谁欺负你了？哎，你怎么了？你来干什么？我爹爹让我来跟你们商量一件事儿。这样还有什么事情？如何杀掉梁萧？如何把梁萧？这个侯要对梁萧出手？自然不是，我爹爹是不会动手的。但我爹爹说了，梁萧如今成为了皇商，掌握着盐田，定会动摇我们的根基，所以他必须。我爹爹已经安排好了人手，只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。他现在已经是一品皇商，不能在京城对他下手。在京城我们自然不行，但如果是让他出城呢？想让他出城难啊！他那么惜命，来京城2年，我就没见他出过城。大哥，之前他可能不出去，但现在我们可以让他动。对，让他主动出去。梁公子想要做器具，派人告诉一声就是，何必还要亲自设计？此次不同，事关重大，万万不可泄露。说出此言啊，我也没看出有什么不同啊。此事关系重大，一旦泄露，会引起京城，甚至全国的梁家上涨，最终受苦的还是百姓。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，我会秘密派人建造，绝对不会泄露的。对了，你最近的心疾如何？好些了吗？托梁公子的福，最近鲜少发作。兴许是最近经常听到梁公子的诗词，心情愉悦的原因。心理作用。完了，我柔弱女子的形象又圆不过去了。爷爷呀，爷爷，你咋还不回来呢？快让我跟梁相完婚啊！既然诗词有用，那我就专门为穆小姐写一首诗。《清平调》：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穆小姐，这首诗送给你，希望你能够更开心一些。这是我见过最美的诗，梁公子写的可是我。你是我的未婚妻，我当然希望你能够每天都开心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喜欢就好。那梁公子希望小女子如何报答你？嗨，你我之间不必说这些。风在公事那一夜，悄悄翻了家，你指尖翻一页，就显冬晚霞，你懂我的笑啊，你会娶我吗？我的泪啊，他们在你眼中分离成就像大雨会落下，彩虹勾勾挂，时间会温柔渐老，不必惊讶，亲爱的，想和你说，请不必催促。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什么事？
端木云城来了，需要见你。看来他是想通了，让他进来。是。秦雪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本小女子在哪里，似乎不需要告诉端木公子吧？该死！我追求你这么久，你都不正眼看我，现在却出现在兰陵侯府。端木大公子怎么来了？经过我们的商量，我端木家的甘蔗可以卖给你，不过我们也有个条件。哦，你们还有条件？你们有资格谈条件吗？不过，我倒是很好奇，说说看。这几十万斤甘蔗，差不多是这半年所有的产量。那些甘蔗地今年也不会再产出新的甘蔗，所以你想买我的甘蔗，必须连地一块买。哼，整个京城的甘蔗生意就是一块大肥肉，你端木家会有这么好心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定国侯府在跟他合作甘蔗生意，而且你们也在收京城周边的甘蔗。这些甘蔗唯一的用途就是制作食米和饴糖，现在这两样都被你的白糖所取代。明年我端木家的甘蔗一定会爆掉，与其这样，不如我今年全部卖掉。那，你打算怎么卖啊？甘蔗加上甘蔗地，5万两。可以，但是我也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必须得先把甘蔗给我，然后带我去甘蔗地，我最后给钱。梁公子可是信不过我呀。你端木家值得别人相信，我怎么知道你们会不会捣鼓？我要是前脚给了钱，你们就后脚派人毁了甘蔗地。这么好的办法，我之前怎么没想到？这就是我的条件，同意我们就成交，要是不同意，就请便吧。等你出京城，就是你的死期。好，我这就把甘蔗给你送过来。梁公子，我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儿，这不像端木家的作风啊。放心吧，他们不过是被逼急了。这其中肯定有诈，不过这白送的甘蔗我为什么不要？梁公子，我还没有看过甘蔗是怎么长的呢，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？你也要去？嗯。哎呀，你就带我去嘛，我保证，我肯定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那好吧，有我保护他，这下就不会有问题了。不过，若真出了意外，他是要暴露了。梁兄，你要的甘蔗都给你送过来了，可以去看甘蔗地了吧？好啊，如此急切，看来的确给我准备了惊喜。臣参见陛下。免礼。丞相突然进宫，是出了什么事吗？这说大事也并非是大事，说小事也并非是小事。打什么哑谜呢？有话直说。丞相何故如此？老臣今日进宫，臣想知道，当年先皇给陛下定下了一桩婚约，这婚约是何人？
丞相为何想知道此事？为了大周的未来。朕懂了。朕这几天就一直察觉，有人在调查一些和先皇有关的事情。朕若是没猜错，此人应该就是丞相。因为没查到，所以直接来问朕，想让朕亲口告诉你婚约是何人，你再去杀了他。老臣甘愿赴死。你就这么想让梁萧成为大周帝君？陛下，老臣这几日通过和梁萧小友的接触，以及当日在这里的谈话，臣能感觉得到，梁萧的确是不遗余力的在帮助大周，但是他的心却不在大周。他为大周做的这一切，就好像是完成某个人交给他的任务。臣想把他的心留在大周。一个穆秦雪还不够吗？我那爱徒穆秦雪，我最了解他，估计魂儿都跟着那小子跑了。丞相，起来吧。陛下是答应了？朕不能答应你，换一个吧。那就请陛下封穆秦雪为大周的异姓公主。你，端木云城，你不是要带我们看甘蔗地吗？这里是哪儿？这是哪儿？这里当然是你梁萧的葬身之地了。所以你要杀我？看来你不懂啊！要怪就怪你自己想咸鱼翻身，老老实实当一个废物不好吗？想掌控大周商业，你知不知道你动了多少世家的利益？端木云城，你可想清楚杀我们的后果？这个贱人，闭嘴！我追求你那么久，你却从未正眼看过我，现在反倒下贱向这个梁萧倒贴。至于后果嘛，当我计划好这一切的时候，我怎么可能没想好退路？若我们都死了，你当所有人都是傻子吗？那么多人看着你和我们一起出的城，所以我也要死，只不过你们是真死，我是假死。大不了我离开京城，我端木家又不止京城这一处，倒是好算计。只要能杀了你，这一切都值。但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，穆秦雪，现在就臣服于我，随我离开京城，好好服侍我，可以留你一条命。呸！我告诉你，就算我穆秦雪出家为尼，我也不会看上你。你现在嘴硬，待会我抓到你，扒光你的衣服，我看你嘴还硬不硬。看来只能暴露。也不知道梁萧会不会觉得我太暴力了。你干嘛？我怎么能让一个女孩子打到我的身前？你放心，我会把你毫发无伤的带回京城。你能打过他吗？我可是会武的，雪儿就是我救的。哎，这伤经了这么久，我倒是忘了，我师傅跟我说过，我可是100年一遇的练武奇才。梁萧，死到临头还这么多废话，给我上！给我上！
帅啊！不对，跟我想象不一样呀，应该是我最先做美吗？我看起来这么美，待我成功之后，就开工那小皮店。你会武功，还这么厉害？该你了。你敢杀我？我师父说过，杀人者人很少。我端木家可是大周第一豪门，端木家，你不敢杀我？我是亡灵侯的人。饶命！我以后再也不找你麻烦了，好不好？我离开京城，我滚，我消失，好不好？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而是知道自己要死。似乎不需要你出手。不，他比当年的兰陵侯更具危险。他会是我巴蜀最大的阻碍。你想清楚了，这事儿要是被你四妹知道，我可是巴蜀的公孙无情。他对我巴蜀的威胁太大，现在是个机会。我儿云衣虽是女子，却有圣君之姿。云衣啊，是父皇对不起兰陵侯，不要怪父皇。父皇能为兰陵侯做的只有这一件事了。若他还活着，最后如何，由你定夺。